全民穿越海岛求生，每个人只有一个超网，所有物资都要通过捞取获得。但马天捞上来的这些物资却好像都有点不一般。救命啊！欢迎进入海岛求生世界，在这里玩家唯一的目的就是生存下去。玩家马天已绑定当前所在小岛。以下是本游戏的注意事项：一、海里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物资，你可以通过渔具来获取。二、海里到处都是饥饿的鲨鱼，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尝试下海游泳，不然就小命不保了。三、本游戏提供了制造功能，玩家可以通过收集物资来自行生产物品工具。这个岛上好冷啊，要不我先捞点物资上来，做一个火堆取暖吧。突然，一道红光闪过，马天的耳边响起了阵阵警报声。这是怎么了？检测到宿主马天遭遇了末日威胁，无敌海岛系统将自动开启，保护宿主。太好了，看来我真是天选之子啊！警报！警报！因受到游戏防火墙的攻击，系统发生错误，无敌海岛系统数据丢失，将为宿主切换成属符咒海岛系统。属符咒海岛系统是啥意思？你说清楚点啊！哎呦，别踩我的脑袋啊！谁在说话？哥，把我捞上去吧，有了我，你吃不了亏，上不了当。别听他的，他就是个馊罐头，一点肉没有。我可是大肘子罐头，捞我捞我！这些不知道从哪传来的声音吓了马天一大跳，他四处张望了很久，突然注意到在海面上漂浮着2个罐头，于是马天连忙用超把那2个罐头捞了上来。刚才是你们在说话？当然是我们啊，不然还能是你爹和你妈妈。哎呀，小哥，你长得挺俊俏的嘛。什么情况？是我疯了吗？无敌海岛系统数据丢失，将为宿主切换成属符咒海岛系统。我明白了，我看过那部动画片，属符咒的能力是化静为动。这么说，从此我得到的所有物资就都是具有生命力的了。你这臭小子真是太聒噪了，我怎么这么倒霉，非要跟你绑定呢？好家伙，原来不只是物资，就连这海岛也有生命了。臭小子，你能不能减肥？你这么老成一大个人，一想到你以后要整天督站我脑袋上，我就压力好大啊！大爷，斗嘴环节以后再进行吧，我现在得赶紧去再多捞点物资上来。你有我还不够吗？真是个贪心的男人啊！老我，你不是需要木头做工具吗？还有我，你不生火了吗？好家伙，这些物资还挺贴心。我去，这捆木头怎么这么沉啊？加油啊，小哥，像个男人一样，别让我看不起你。你在废话，我一会儿就把你丢回海里去。哎呦，我去，你砸我腰了，小子！海里漂着的各位好兄弟们，麻烦你们做个自我介绍呗。我是冰块，可以给你提供宝贵的淡水。淡水好啊，我正需要呢。我是一块烂泥巴，我啥用都没有，是个废物。行，你还挺诚实。我是设计图，可以让你制作好东西。设计图，这是好东西啊。大兄弟，哈喽啊，咱是小木屋设计图，有了我，你就能在这岛上盖一座大房子了。啥大房子啊，一个破木屋罢了，估计建起来也就跟个公共厕所似的。嘿，我这暴脾气，有种咱俩练一练。在这1个小时里，马天捞上来了许多物资，但就在马天刚捞上来一块石头的时候，整栋小岛就开始剧烈的抖动了起来。什么情况？小子，我的承重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赶紧拓展我，不然就要岛毁人亡了。全民穿越海岛求生，每个人只有一个超网，所有物资都要通过捞取获得。但马天捞上来的这些物资却好像都有点不一般。不是哥们儿，岛毁人亡，你认真的啊？嘿，你这臭小子，不信是吧？那咱爷俩今天就一起归西，我没意见。爷啊，大爷，我开玩笑的，怎么扩展？你快说啊！赶紧去找对应的物资，快点，不然我就要用我的靴子狠狠地踢你的屁股了。听闻此言，马天赶紧窜到那堆捞上来的物资旁翻找了起来。怎么样，够了吗？你说呢？那咋办啊？当然是继续捞啊，不然你想怎么办？订外卖吗？哪位好兄弟是石头或者泥土啊？能不能出来吱一声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是，快来捞我！我去，怎么是靴子啊？你耍我是吧？你别急，先听我解释一下啊。解释个锤子啊！我去你的吧！说罢，马天便飞起一脚，打算把靴子踢回海里。我的腿啊，好像断了。你是靴子还是混凝土啊？咋这么硬啊？你说你这是着啥急？石头和泥土都在我体内装着呢，我算是看出来了，跟你这种缺心眼的主人混也没啥前途，我还是回海里吧。这时，一个系统面板弹了出来，建造条件已达成，是否拓展？那是当然。话音刚落，小岛就被一束光芒笼罩。
在光芒消散后，马天却意外地发现，这小岛的面积只增大了很少一点。怎么我收集了半天物资，这岛就变大了这么一点啊？废话，就这么一点物资，你想扩建多大的地啊？快点继续收集物资扩建我。坏了，我怎么有一种给这破岛当黑劳工的感觉啊？不过，起码现在岛屿已经稳住，不再崩坏了。我还是先生个火堆来取暖吧，材料应该已经够了。救命啊！有人纵火，我要被烧死了！你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好吗？要是我拿火烤你，你受得了吗？小小年纪，这么没有同情心，我能不能申请换个主人啊？马天刚跟岛屿大爷斗了没几句嘴，一个系统框就出现在了马天面前。系统检测到大部分玩家都已成功建造了物品，因此系统将开放交易频道，玩家可在此自由沟通，交换物品。从这群家伙的聊天记录来看，他们好像不知道泥土和石头可以拓展岛屿啊。那是当然了，他们的岛又不会说话，拓展岛屿这个玩法，他们要再过一段时间才能解锁。既然这样，我必须得好好利用这个信息差，狠狠地收购一波泥土和石头。就用你了。我当初真是瞎了眼选了你，你竟然要卖了我来服务那个岛屿老头，你这个负心汉，把我失去的青春都还给我。大姐，咱们才刚认识还不到半天。说吧，马天直接将香肠挂上了交易频道。我有香肠1根，想要交易石头和泥土。我去，我没看错吧？居然有人用食物来换这些东西，是特地来做慈善的吗？别掉以轻心，这泥土和石头肯定有别的用处。管他呢，我都快饿死，我一定要把这个香肠买到手。我出5块泥土和5块石头。我出10个。要的就是这个效果，10个远远不够，你们再使劲给我往上加价啊！就在这时，马天收到了一条私聊消息：兄弟，我愿意出60块泥土和20块石头，换你这根香肠。我去，你哪来的这么多泥土和石头？我是从自己的小岛上挖的，现在我脚下的小岛已经不到7、8平米了。我去，是个狠人啊！为了口吃的，连命都不要了，就冲你这玩命的劲儿，我就跟你换了。全民穿越海岛求生，每个人只有一个超网，所有物资都要通过捞取获得。但马天捞上来的这些物资却好像都有点不一般。你这臭小子，又砸我头！别叫唤，这是用来拓建的，离再次扩建还差10块石头，等会再收集吧。忙了半天，我都快饿死了，得赶紧弄点东西吃。你终于要吃我了吗？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我知道，大概半天左右吧。我去，这东西里面全是冰碴子，根本没法吃啊！这样的加热效率太慢了，看来我得想办法制作一个厨具了。我说你能不能再多添一点木柴啊？你没看见我都快熄灭了吗？可还没等马天说话，小老大就开口了：“你说啥？还添木头？你是想把老夫的秀发全都烧了吗？老家伙，不添木头，你来给马天热罐头吗？”马天没有理会二者的争吵，而是打开了制作面板，找起了厨具的制作选项。居然真有厨具，有了这东西，我以后就有热乎乎的饭吃了，说不定还能有偿帮人加热食物。简易烧烤架，一次只能烧烤1份食物，还得再去弄点铁块来。哪位兄弟是铁块啊？我这里面装着的全都是铁块。可你离得太远了，我够不着你啊！你能不能再往岛这边飘一段距离？不行啊，我太沉了，等飘过去天都要黑了。好，那我这就游过去。不行，海里有鲨鱼啊！你是打算为了口吃的不要命了吗？没关系，既然我之前甩过他们一次，那我就有信心再甩他们一次。再说了，我们龙国人对美食的执念，不是你这个老土堆能理解的。铁块到手，马上就能有热饭吃了。谢谢你大哥，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厨具，你到时候一定要把我做得好看一点。臭小子，别废话了，有鲨鱼冲你来了！话音刚落，就有一条鲨鱼冲出水面，张着血盆大口朝马天咬来。张啥呢？菜老贼游啊！我去，你这次咋游的那么慢？这箱子太沉了，抱着它我游不快啊。那你就丢掉它。那我不就白费功夫了？臭小子，你怎么到现在还拎不清啊？东西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好吧，兄弟，你当厨具的梦想，下辈子再实现吧。你要干什么？话音刚落，马就开了箱子，取出了里面的铁块，然后狠狠地身后鲨鱼。白忙活一场，小命还差点丢了。盯着手中的空箱子，马天突然灵光一闪，我没看错的话，这东西好像就是个铁制的，只要能分解它，铁块的数量就够了。说罢，马天就打开制作列表，然后滑到了最底部的分解物品选项。爸爸妈妈，我成为厨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简易烧烤架建造条件已达成，是否建造？
在一番折腾后，马天终于吃上了热乎乎的关注。不知道其他人现在怎么样了？这时，一条信息引起了马天的格外关注。我去，鲨鱼什么时候开始吃土了？我这边的鲨鱼居然在啃食我的岛，我的岛现在面积越来越小了。这么说，岛屿要面临的危险不只是承重过度这一项啊，还是得把拓展当做首要工作，然后再研究一下防鲨鱼的措施。有快点，磨蹭什么呢？大叔，你说啥呢？你听错了吧？我啥也没说啊。那你快帮我看看，是不是水底下有啥好东西？水底下好像有一个拖着白银宝箱的老海龟。什么？白银宝箱？全民穿越海岛求生，每个人只有一个超网，所有物资都要通过捞取获得。但马天捞上来的这些物资却好像都有点不一般。这么珍贵的东西，我可不能错过啊！大叔，快点给我指一个具体方向。往左一点。不对，应该是往右一点。到底是左还是右啊？能不能给个准确的位置？嘿，臭小子，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大叔，我错了，以后我肯定把收集泥土石头当成最重要的工作，优先拓建你。这才像话。那个乌龟白银箱就在你右边，再深一点。捞到了，快往上拉。我去，这东西也太沉了吧！我去，臭小子，你恩将仇报是吧？这破箱子都把我给砸裂了。这道缝不大不小，用来修个马桶，应该是正正好好的。臭小子，我警告你！马天没有理会吵闹的小岛大叔，而是选择直接打开了那个白银宝箱。已开启白银宝箱，获得玻璃2块、铁块2块、花岗岩2块、晨星锤1把。这爆出来的全是稀有材料，甚至还有一个是成品的武器。这是一把伤害非常恐怖的武器，但要注意，使用的时候千万不要砸到自己哦，不然会死得很难看。突然，小岛大叔发出了一声尖叫：“救命啊！那边有只鲨鱼在攻击我！”马天看向小岛的另一端，发现有一只凶猛的变异鲨鱼正在疯狂地啃噬着小岛的土壤。我去，这鲨鱼怎么长得这么恐怖？是在樱花国喝污水长大的吗？别废话了，赶紧赶走它，把我啃没了，你也活不了。敢咬我的小岛，看我不干废你！可恶，让他给溜了。大叔，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但他好像快不行了。这时，马天才注意到，刚才鲨鱼挣扎时激起的那些海水，正好浇灭了马天制造的火堆。火堆，你没事吧？我好像快不行了。等我走后，请一定要把我的遗体带回我的故乡。别走啊！没有你，我以后还怎么加热食物啊？而且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故乡在哪呢？你怎么比我还碍眼呢？材料又不是不够，你再做一个火堆出来不就好了？对呀。不是让你把我送回故乡吗？我怎么还在这？我去，这个属符咒系统到底是什么原理？2次点燃的火堆居然是同一个生命。这时，一阵猥琐的笑声从马天脚下传来。你笑啥呢？刚才我看见那条啃噬我的鲨鱼被另一条大鲨鱼吃了，活该，真是报应啊！刚才那条鲨鱼就已经够凶猛了，能把它吃掉的鱼得是多大的个头啊！不行，安全起见，我还是得继续扩建小岛。经过一阵忙碌后，马天不仅修复了被鲨鱼啃噬掉的部分，还成功的再次拓建了岛屿。我现在手头上的物资只够把岛拓展到这种程度了。这时，一行系统公告出现在了马天眼前。公告：再过不到6个小时，本游戏世界就将进入黑夜，请各位玩家抓紧时间打捞过夜所需的物品，不然晚上睡觉时就会面临被冻成冰雕的风险。我现在什么过夜的装备都没有，得赶紧打捞一些了。不好了，他又来捞物资了，各单位注意隐蔽。奇怪，明明之前还都上赶着想让我捞，怎么现在就那么抗拒了？每个人岛屿旁边的物资都是在时刻杀新的，可能正好是这批物资的性格比较腼腆吧。以为这样我就没办法捞到物资了吗？我现在需要一点泥巴，你们谁是啊？都来说一下，以免我捞错了。我不是，别捞我，我是木头。我是贝壳，我没有泥巴，我就更不是了，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罐头。这些单纯的小家伙还真好骗。马天在确定好这些声音发出的位置后，直接下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捞上来了一个大贝壳，一个小罐头。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为什么会被一个贝壳暴揍一顿呢？将这些物资打捞上岸之后，马天首先注意到的就是那个大贝壳，于是便上前将其捡了起来。这东西有啥用啊？不当吃不当喝的，还是丢掉吧。可话音刚落，这贝壳就从马天手里飞起，然后重重的在马天的脑袋上连着砸了好几下，马天直接被砸倒在地，一脸痛苦的捂着自己的脑袋。我本来在海里开心的吃着虾米唱着歌，突然就让你捞上来了不说，你还嫌弃我没用，告诉你我的用处多了去了，用我做成的防具肯定是刀枪不入。说罢，
这贝壳就又狠狠地砸了马天几下，然后就打算离开这小岛，回到海中。你们都只会看热闹是吧？我都被打成这个熊样了，你们就不管吗？这时，就见那苏罐头领着好几个物资上前，拦住了贝壳的去路。得罪了方丈还想走，没那么容易，兄弟们，给我上！话音刚落，苏罐头领着物资一拥而上，和那贝壳扭打在了一起。没一会儿，那贝壳就被五花大绑地捆在了树上。给我等着，等会儿我再来收拾你。接着，马天走上前，捡起了那个和贝壳一起被打捞上来的罐头。话说在前面，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你是个什么东西？饼干罐头吗？我不是饼干，我是压缩毛毯。说罢，这罐头就自动打开，然后一条崭新的毛毯就从里面钻了出来。真是想要啥来啥，过夜用的保暖物资，这不就有了吗？接着，马天又走到那一大堆物资前，从中翻出了之前获得的小木屋设计图。干脆我把这小木屋也造出来吧，这样晚上就不用睡在荒地上了。是否使用小木屋设计图？当然。只见设计图在发出了一阵光芒后就消失不见了，接着一个系统提示就出现在了马天面前。已将小木屋添加进制造列表，玩家可在列表中查看详细信息。简易小木屋所需材料：木料80块，当前已有16块；铁块50块，当前已有23块。需要的材料还真不少，不知道天黑前能不能收集全。说罢，马天便拿起抄网来到海边，开始了打捞工作。系统，材料还差多少？这效率太低了，都怪刚才刷新的那波物资一点都不肯配合我。你们谁是木头啊？告诉我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木头啊？我是你爹，滚蛋！照这个效率下去，今晚肯定是睡不上小木屋了。这时，许久未开口的小岛说话了：“想要提高打捞物资的效率，你就必须准确的知道每个物资的方位信息。”是啊，要是我会飞就好了，这样就能从天上俯瞰定位了。这时，忙碌了许久的马天肚中传来了一阵饥饿感，于是他走到那堆物资前，从里面翻出了一根香肠。可他刚想吃，就听得一个陌生的声音从空中传来：“发现目标，准备俯冲。”接着，就见一只海鸥从天上俯冲到了马天面前，一下抢走了这根香肠。这只海鸥刚抓着香肠飞到半空中，就又有一只海鸥飞了。大哥，我不喜欢吃香肠，咱们还是去码头整点薯条吧。少废话，自从这片海域莫名其妙的变形之后，咱们多少天没吃过饱饭了，现在有东西吃就不错了。我去，我现在居然还能听懂动物说话。在思索了一小会儿后，马天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只见他从身后的物资里又翻出了2根香肠，然后对空中的海鸥说道：“海鸥兄弟，你们只需要帮我个小忙，我就把这2根香肠也给你们。”什么忙？说来听听。你们只需要在空中帮我看看这小岛附近的海面上哪里有木头和铁块，然后指挥我把它们捞上来就行。当然，如果还能再去稍远一点的海面上帮我叼一些木头和铁块回来就更好了。没问题，交给我们吧。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为什么要和海鸥做生意？听到马天的话后，这2只海鸥便开始分头行动，一只飞往远处寻找起了物资，另一只则盘旋在空中帮马天查看起了情况。在你的3点钟方向有2块铁块，在海鸥的指挥下，马天抛出抄网，精准地捞起了那2块铁块。这时，另一只海鸥也带着2块木头飞了过去。左边，那里有好几块木头。就这样，在2只海鸥的帮助下，马天成功收获了一大堆的木头和铁块，而马天也信守承诺，将2根香肠交给了海鸥。这时，系统面板弹出在了马天的面前。小木屋的建筑要求已达成，是否建造？建造。随着一道光闪过，一个简易的小木屋出现在了岛上。这时，刚才飞走的那2只海鸥居然又飞回来了一只，并落在了马天的小木屋上。你还有什么事吗？咱们做一笔生意吧，我这里还有些对你有用的情报，你再给我些香肠，我就都告诉你。听闻此言，马天立马从物资堆中翻出了1根香肠。这海鸥在吃下香肠后，便对马天说道：“在你的正北方还有一座小岛，岛上有2个男人，他俩凶神恶煞的，看样子像是海盗。”就见马天的神情突然变得紧张了起来，在思索了一会儿后，他便又翻出1根香肠，对着海鸥说道：“你再去那个小岛上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东西，重点是有没有武器。回来后我还有香肠给你。”说罢，这海鸥就立刻飞了出去。而趁着海鸥去打探情报的时间，马天打开了制作列表。现在的物资有点太多，都快把小岛给铺满了，我是时候造些收纳工具了。看到木质收纳箱这个选择后，马天连忙点击查看起了详细信息。木质收纳箱所需材料：木料乘10，魔法水晶石乘1，一个能够储存物品的神奇小木箱。这魔法水晶石又是什么材料啊？我好像从来都没见过，也不知道能不能从海里捞到。就在这时，前去打探消息的海鸥飞了回来。只听他朝马天大喊道：“救命啊，好恐怖！你得再给我加1根香肠，不然我就不告诉你情报。”马天无奈，只得掏出2根香肠递给了他。不要啊，我资源被你捞上来，不是为了喂鸟的。我只能给你这些了，我捞到的香肠自己都没怎么吃，全喂你了。海鸥在吃下香肠压了压惊后，就对马天说道：“我刚刚差点被他们抓了吃掉，他们的岛上有许多钉子、草团，还有2根长矛。我还听到他们说要造一艘木筏，去别的岛上抢物资。”说完后，海鸥便扑腾地飞走了。马天刚打算休息一会儿，就见到不远处的海面上飘来了一个闪闪发光的宝箱。马天见状，立刻拿起抄网来到了海边。因为这批刷新的都是一些脾气好的物资，所以他们一边往这里飘，一边朝马天自报身份。我是木头，捞我！你一块破木头算什么？我可是水果罐头，先捞我！没一会儿，
这一堆物资就被马田捞上了岸。当马田捞到那宝箱，并将其重重丢在岛上后，脚下的小岛就传来了一声痛苦的嚎叫：“你轻点行不行啊？我的屁股都要被你砸裂了！”马田没有理会这个老家伙，而是掏出一块石头，想要砸开这箱子。等等，你这个憨货，要是砸坏我，你可得后悔一辈子。你这家伙口气不小啊！话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是神奇炫彩宝箱，是海上最稀有的一种宝箱，只有使用列表中制作的魔法水晶锤才能打开我。我里面装着的可都是高级的物品。听闻此言，马田立刻打开列表，翻找到了魔法水晶锤。魔法水晶锤所需材料：魔法水晶10×5。神奇的锤子除了能开启宝箱，还能提高建造、修理和拆卸的效率。怎么又是魔法水晶石？我到底该去哪找这东西啊？无奈的马田只能暂时将宝箱放到一旁，然后打开了交易频道，想要打探一下和魔法水晶石有关的消息。虽然看了半天，一点相关的信息都没有，但马田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木材现在是翘首货的这一信息。如果我能多储备一些木材，说不定就能交易到魔法水晶石。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田要怎样应对海盗的挑战呢？马田刚关闭聊天频道，就听到脚下的小岛大喊道：“别犯懒了，小子！我感觉到了，又有一批物资刷新在我附近的海面上了，快去打捞！”听闻此言，马田连忙激动地拿起抄网来到了岸边。可在看到海面上飘来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塑料球时，马田直接傻了眼。这是什么情况？不是物资吗？这些塑料球是什么鬼？话音刚落，系统面板就弹了出来。为了增加游戏难度和趣味性，从今往后的普通物资都将以扭蛋的形式刷新，能捞上什么东西来，就全凭各位玩家的运气了。无所谓，我有系统在，打探物资的情报简直是轻而易举。说罢，马田就一脸谄媚地对那些漂流的塑料球说道：“各位物资兄弟，能不能告诉我你们的身份啊？”可接着一阵叫骂声就从那些塑料球中传了出来。滚犊子，别打扰老子洗海澡！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这家伙就是馋我们的身子。你这个恶魔，我二姨就是被你给做成木屋了，我是不会上你当的。我去，你们这批物资的脾气冲得很啊！既然如此，我就照单全收了。说罢，马田便拿起抄网，想把这些塑料球全打捞上来。可这些家伙见状，纷纷不停地躲闪。马田忙了半天，竟然一个塑料球都没捞上来，累得他直接坐在岛上，大口喘着粗气。这时，一直在看马田笑话的小岛开口了：“小子，你信不信？只要我略施小计，那些物资们就会自投罗网。”你行你上，少废话。话音刚落，小岛就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刺痛。接着，马田的脚下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坑，马田直接摔了进去，只露了半个身子在外面。老头，你到底要干嘛？但小岛没有理会愤怒的马田，而是对海面上的那些物资说道：“各位物资兄弟们，我已经忍这个家伙很久了，现在我已经把他控制住。各位看他不顺眼的物资兄弟们，有仇报仇，有怨报怨啊！”听闻此言，那些塑料球就全都叫喊着冲上了小岛。小子，就是现在！说罢，那大坑突然复原，马田由此脱困。见此情形，马田心领神会，拿起抄网，直接把这些冲上岛来的塑料球一网打尽了。随着塑料球被打开，一个豆子罐头出现在马田眼前，而那塑料球外壳也化作了数据，消失不见。救命啊！与其被你吃掉，我宁可去喂狗。随着所有的塑料球被打开，马田又收获了一大波物资。只见他先将木头等材料放到了物资堆，又将罐头等食物拿进了木屋中，还利用新得到的石头和泥再次扩建小岛。这时，马田注意到远处海面上有2个人正划着2艘小木筏，不断向自己的小岛靠近。在他们的木筏上还放着2根锋利的长矛。这2个家伙肯定就是那海鸥说的海盗。没一会儿，马田发现其中的一个人将木筏停了下来，而另一个人则加速朝马田这边划了过来，并且还大声喊道：“岛上的家伙听着，把你的所有物资都交出来，我饶你不死！”马田见状，连忙捡起陈星锤，将其藏在了自己身后。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得等他靠近后再想办法对付他。随着木筏越靠越近，那个瘦子海盗在看清岛上情况后，不禁发出了一阵惊呼：“大哥，他这岛上的物资可太多了，甚至还有小木屋！”停留在原地的那个胖子听到这话后，也是兴奋难耐，也划着木筏向马田这边靠了过来。随着砰的一声，那瘦子将木筏一头撞在了岛上。随后马田就听到了一声惨叫：“哎呦，居然敢撞我！马田，给我干沉他！”马田刚想举起陈星锤猛砸木筏，就听得那木筏开口说：“别啊，我是无辜的，你砸我干嘛？砸他啊！你为虎作伥，难道还不该砸吗？我也是被逼的啊！快砸啊！不要啊！”被这2个家伙吵得头疼的马田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够了，都给我闭嘴！”这冷不防的一声大喝，把那瘦子吓了一大跳。你有病吧？我还没说话呢！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田，居然依靠曾经的敌人打败了凶恶的海盗。马田没有理会这个瘦子，掏出陈星锤就朝他砸了过去。可那瘦子迅速在躲开之后，就抄起长矛奔向了小岛，向马田还击。2人因为武力不相上下，居然就这样缠斗了起来。这时，后方的那个胖子也划着木筏登上了马田的小岛。马田，那个胖子想要偷袭你，小心啊！我这边腾不出手来，各位物资兄弟，那个胖子拜托你们收拾了。听闻此言，岛上的各类物资就在素罐头的带领下一拥而上，包围住了那个胖子。而那胖子在看到这一幕后，却吓得连站都站不稳了。这是什么情况？我到底是眼花了还是见鬼了？兄弟们，给我把这胖子揍成猪头！大姐头，这家伙本身长得就跟猪头差不多啊。那就随便揍成什么德性都行，只要没人样就行。
在一通暴揍后，这胖子便被物资们用海草牢牢地捆在了树上。而另一边，马天和那瘦子依然是斗得不分上下。这家伙还真不好对付。马天刚想起身再战，却因为突然的乏力，腿脚一软，摔倒在地上。而那瘦子见状，立刻提着长矛冲上前，想要结果马天。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个大贝壳突然飞来，替马天挡住了这致命一击。那贝壳用力一撞，直接将那瘦子撞飞了出去。怎么是你？我也不想管你的破事，可那个馊罐头都要我戴罪立功，不然他就再揍我一顿。说罢，马天就手持贝壳作为盾牌，与那瘦子又打了起来。有了贝壳的帮助，马天没一会儿就击败了那个瘦子。马天，咱们该怎么处理这俩家伙？我这人心善，见不得他们受苦，所以就把他们丢进海里喂鲨鱼吧。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在彻底干掉这两个海盗后，马天就划着他们的木筏，登上了他们的小岛，查看起了他们所拥有的物资。那只海鸥说的没错，他们果然就只有这些物资。就这样，马天划着木筏，一趟趟的将对方岛上的物资运回了自己的小岛上。此外，他还用制作列表造出了一把铁锹，然后用这铁锹将对方小岛上的泥土和石头全都挖走，送回了自己的小岛上。就在马天准备整理刚收获的物资时，他发现远处又飘来了一些五颜六色的塑料球。于是马天直接跳上木筏，主动向那些球靠了过去。不好，那个家伙又来了，大家快跑啊！虽然这又是一批不肯配合的物资，但马天倚靠着木筏，还是将它们全都打捞了上来。马天刚把这些塑料球搬上岛，就听到一声痛苦的惨叫声传来。马天，岛上的物资太多了，赶紧扩建我，不然我真要沉了。话音刚落，这小岛就剧烈的抖动了起来。马天见状，连忙用挖来的泥土和石头扩建了小岛。在小岛的情况稳定后，马天才放心地打开了这些塑料物资球。除了得到了一些木头、石头这类的基础物资外，马天还得到了一个奇怪的立方体。这是个什么东西？哎呦，小哥，人家是可燃冰了。哼，刚才还不愿意被抓，现在就撒起娇来了，真是个绿茶。小哥，你最好把人家密封保存起来哦，人家可是宝贵的能源，不是某些难吃的罐头能比的。听闻此言，马天立马想到自己有一个未曾使用的箱子。于是就将这块可燃冰装了进去，再将物资简单的规整了一下后，马天就打开了交易频道，发出了一条出售木头的消息。此消息一出，聊天频道直接被引爆了。大家不是在好奇魔法水晶石是什么，就是希望包仔能让他白嫖一些木头。这时，一位拥有2块魔法水晶石的玩家向马天发来了私聊申请，但因为对方的要价过高，除了大量的木头，马天还搭上了一些泥土、石头和铁块，才换来了这2块水晶石。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究竟做了什么事，才会引来大鱿鱼的复仇呢？在将2颗魔法水晶石妥善地收进小木屋后，马天又规整了一下岛上的物资。就在马天准备休息一会儿时，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就传入了马天的耳中。那边的小哥，快来捞我！捞我捞我！你吃不了亏，上不了当！马天见状，连忙拿起抄网，划着木筏朝那些物资球划过去。捞我捞我！我是可乐。捞我捞我！我是蛋蛋。这蛋蛋是个什么东西啊？管他的呢，不管是什么蛋，我都照单全收。马天二话不说，举起抄网就开始打捞物资球。这次刷新的物资球异常配合，不仅会主动往抄网里钻，有些心急的甚至还主动跳上了马天的木筏。不能再捞了，物资太多了，我快要被压沉了。听闻此言，马天只能停止打捞，划船返回了小岛。回到岛上后，马天一开启了这些物资球，获得了很多木材一类的基础材料。可在开启了那个装着蛋蛋的物资球后，一颗巨大的炮弹就出现在了马天眼前。原来是炮弹啊，还蛋蛋呢，你还挺卡哇伊的。因为这炮弹暂时也派不上什么用场，马天只能先把它丢在了一旁。接着，马天进入木屋，取出1块魔法水晶石，然后打开列表，选择了制造收纳箱。随着一道光闪过，一个精致的木箱出现在了小岛上，这引得众多物资纷纷过来围观了起来。各位，以后这就是你们的新家了，快进去吧！听闻此言，岛上的众物资全都兴奋地蹦了进去。原本杂乱的小岛，没一会儿就变得干净整洁了。入夜后，马天将储物箱搬进木屋，重新制作了一个火堆，取出毛毯，就准备休息过夜了。刚才整理物资的时候，我发现食物已经不多了，而且我现在也饿了。老头，你帮我看看附近的海里有没有什么能吃的东西。这大晚上乌漆嘛黑的，我啥也看不见。你这臭小子，真会使唤人啊！听闻此话，马天气不打一处来，抄起陈星锤就一脸坏笑地说道：“老头，我打算在岛上新修几个厕所，你看这些坑，我是砸在什么地方合适啊？”别冲动，我刚刚是跟你开玩笑的，我现在就去看看。过了好一会儿，小岛大叔传来了一声惊呼，吵醒了熟睡的马天。找到了，小岛东边的海里有鱿鱼。真的吗？我好久都没吃烤鱿鱼了。说完，马天抄起抄网就走出了木屋。在小岛大叔的帮助下，马天成功的捞上来了一只巨大的鱿鱼。今晚就拿你做夜宵了。在简单的处理了一下鱿鱼后，马天就取出烧烤架做起了烤鱿鱼。随着一阵香味飘出，马天抓起鱿鱼，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浏览起了聊天频道。可此时聊天频道中讨论的消息，也不禁让马天冒出了一身冷汗。吃完鱿鱼后，马天觉得一阵困意袭来，然后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可没多久，整座小岛就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马天也从睡梦中惊醒，他拿起了一旁的陈星锤，就决定出去查看一下情况。马天刚走出木屋，海面上就出现了一只深海巨鱿，这身姿势巨大的触手朝马天攻了过来。马天大吃一惊，一边用陈星锤抵挡，一边又退回到了屋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还用说吗？你把人家的儿子吃了，人家现在来找你报仇了。话音刚落，一条巨大的触手就撞破木屋的门，朝马天冲了过来。
马天见状，伸手抓住触手，和着章鱼叫上了劲。都别睡了，快来帮忙啊！话音刚落，那苏罐头就领着一堆物资钻出储物箱，帮马天一起拽住了这个大鱿鱼。我有办法了，大家快把这触手往烧烤架上拽！听闻此言，大家使出了浑身的劲，把这触手死死摁在了烧烤架上。随着一阵白烟冒出，就听得屋外传来了一阵凄厉的嚎叫。这招有用，大家再坚持一会儿，千万别泄劲啊！突然一声巨响后，这条巨大的触口直接断开，马天他们也因为作用力横七竖八的倒在了地上。看样子，这家伙是丢下触手逃跑了。他要是还敢再来，我一定把他做成烤鱿鱼。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为什么要主动把妖怪带到自己的岛上来呢？这鱿鱼在断掉触手逃跑后，马天便打开制作列表，做出了一把简易的小刀，然后将这鱿鱼触手分解成了好几块，收进了储箱中。第二天一早，马天就拿着抄网来到了海边。老头，你说新一批的物资刷新好了，可我咋没看见在哪呢？我这老眼昏花都看得清，你一大小伙子怎么还不如我呢？就在你正前方。可无论马天怎么看，都看不到海面上有物资球。于是他便登上木筏，打算划过去一探究竟。等马天划到小岛大叔所指的地点后，他才发现居然有一些比黑豆大点有限的物资球漂浮在海面上。好家伙，要不仔细看，我还以为这是谁挖的鼻屎呢。小子，你说谁是鼻屎呢？信不信我揍你啊？就你这个小东西还想揍我？好，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说罢，这小物资球便从马天手中跳起，直直的撞在了马天的脸上。马天硬硬摔在了木筏上。我去，这么硬！你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是钢筋混凝土啊！我们这一批兄弟有一个算一个，都是邦邦硬的建筑材料，砖头、沙子、石子一个都不少。兄弟们，一起上，给我干他！说罢，挺激愤的小物资球们就对马天展开了一场惨无人道的群殴。等马天回到小岛上后，他已经是被揍得鼻青脸肿了。我去，你这是让谁给揍了？只见马天默默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罐头，长叹一口气后说道：“别问了，我不想回忆。”接着就听到那罐头中传来了阵阵叫骂声：“小子，你敢耍阴招，有种就把我们放出去，咱们1对1单挑啊！”在打开这批球后，马天不仅得到了一大批建筑材料，还收获了一张不限次数使用的登山镐制作图纸。不是哥们儿，咱们是海岛求生啊，你给我登山镐有锤子用啊！话音刚落，一个系统面板就弹出在了马天面前。为了进一步增加游戏的趣味性，系统决定加入冰山挑战玩法。从现在开始，海面上将随机刷新冰山，玩家可自行选择是否要前往探索，收获的是奖励还是危险，就全靠你们自己的运气了。播报刚结束，马天就把这张图纸加入制造列表中，然后取出一些材料，做出了一把登山镐。接着，马天就打开交易频道，挂上了出售此登山镐的消息。我现在有吃有喝，才不去冒这个险呢，还不如用这东西换一波物资来的实惠。果然，此消息一出，瞬间就引起了大家的抢购，甚至还有人竞起了价。马天见状，打算继续制作一批登山镐售卖。不要啊，我不要当登山镐，你当时不是答应我要把我做成洋娃娃的吗？你一个铁疙瘩当个锤子的洋娃娃啊！这时，一直在看戏的小岛大叔开口了：“小子，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我这老骨头撑不动这么多物资和镐头啊，会沉的。”行了，少啰嗦，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就这样，马天又换来了一堆又一堆的物资，其中还有一个可以大量储物的双肩背包。而在这个过程中，小岛大叔的抱怨声一直环绕在马天耳边：“这波我可真是赚得盆满钵满啊！要钱不要命的东西，你会后悔的。”突然，马天觉得脚下一阵凉飕飕、湿乎乎的，低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海水已经漫进小屋中来了。我去，老东西，海水都已经漫到这里来了，你咋不提醒我？我劝了你半天了，你听了吗？顾不上继续吵架，马天连忙从储物箱中取出材料，将小岛又提升了一个等级，这才让小岛免于沉没。在确定安全后，马天就把所有物资装入了箱子中。接着，马天刚想上前查看那个背包，结果就听他开口说道：“小子，别怪我没提醒你，我的体内可是寄宿着可怕的妖怪的。”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终于要开始探索冰山了。他会遇到什么新的挑战呢？听闻此言，马天吓了一大跳，赶忙让系统调出这背包的详细情况，查看了起来。双肩背包，结实的背包，最多可容纳50个单位的物品，并且放入物品后不会增加背包重量。注意，此背包中寄宿着凶恶的妖怪，请玩家谨慎使用。这背包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好小子，有眼光。但想要安全使用，我就必须想办法除掉这里面的妖怪。于是马天连忙打开制作列表，翻找起了能降服妖怪的武器。没一会儿，马天就找到了合适的武器。斩妖刀所需材料：钢铁成石、魔法水晶石成一。此武器实乃居家旅行降妖除魔之利器。好，就是你了。合成。随着材料消失，一把闪烁着寒光的宝刀就出现在了马天手中。老弟，以后有哥哥我罩着你，你想削谁就削谁。听闻此言，马天立马朝着背包摆出了战斗的架势。大哥，你一会儿看的时候看准一点啊！我上有80老母，下有吃奶的孩子。少废话，快让那只妖怪出来！话音刚落，马天就觉得身后吹来了一阵妖风。小子，小心身后！听闻此言，马天猛地回头，就见一个身披黑袍、散发着一身邪气的幻影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只见这家伙伸出利爪就朝马天扑来，马天也不犹豫，挥刀就砍，仅凭一击就成功消灭了这家伙。
接着，一块黑橙色的晶石出现在了马天面前。妖怪魔晶，击杀妖怪有一定概率掉落，作用暂时未知。马天见状，就将其收入了箱子中。为了补充体力，马天顺便也取出了一块鱿鱼，点燃火堆，将其烤熟后，就一边浏览交易频道，一边吃了起来。这时，马天注意到有不少玩家已经成功探索完冰山了，此刻正在频道中分享着自己的经历。我在冰山上遇到了长着腿的宝箱，那东西一溜烟的就自己跑进海里去了，我想抓都没抓到。我遇到了好多怪物，我费尽了千辛万苦才逃了出来。马天还浏览了许多消息，发现每个玩家所遇到的情况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又过了一会儿，正在睡觉的马天突然被一阵巨响惊醒，于是他连忙冲出了木屋。走出木屋后，马天发现一座巨大的冰山就刷新在了自己小岛的旁边。这都送上门来了，岂有不探的道理？就这样，马天带着一背包的物资以及一把登山镐，开始探索起冰山。在跳上一块相对平缓的冰面后，马天才看清这冰山陡峭无比，徒手攀爬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便掏出登山镐，可只在冰面上敲了一下，就听得一声惨叫声传来。臭小子，你竟敢趁我睡觉敲我脑袋，赶快给我滚下去！冰山我爬定了，玉皇大帝都留不住你，我说的。那你觉得我会让你那么轻易的爬上来吗？说罢，就有一些碎冰块从山上掉落。马天见状，连忙闪身躲开，逃过了一劫。老东西，跟我玩阴的是吧？说罢，马天便打开制作列表，翻到制作登山镐的那一栏，一脸坏笑的说道。你要是这么不配合，我就再造一把登山镐，用2把来爬，这样留在你身上的窟窿只会更多。听闻此言，这冰山只能无奈的选择了妥协。他先是主动告诉了马天，自己哪边的坡度较缓，适合攀爬。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你轻点砸！少说废话，快指路！随后又将自己身上有哪些物资一一汇报给了马天。这些物资看到马天后，全都激动哭了起来。终于有人来救我们了！我在这个老冰疙瘩上待了1年多了。在将这些物资都装入背包后，马天还在角落中发现了2块魔法水晶石。这时老冰山开口说道：现在我身上就只剩顶峰上的那个宝箱了，拿完之后你就赶紧滚蛋吧。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为什么会被一个破箱子戏耍呢？老冰山所说的那个宝箱一下子引起了马天的兴趣。那你赶紧老实交代，登顶的路在什么地方？无可奉告。你确定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小哥，不是我不想说，只是我的顶峰又寒冷又陡峭，根本就没有能上去的路啊！而且那个宝箱已经被冻住了，就算你想办法上去了，你也根本打不开它。妈妈，我想你了，我要回家。情况就是这样，要想上去啊，除非你会飞。听闻此言，马天苦恼了起来。可这时，从空中突然传来了一个马天非常熟悉的声音：“这不是香肠老哥吗？哟吼，你还记得我吗？香肠，香肠，我还想吃。”是那只小海鸥，我有办法了。只见马天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块非常大的鱿鱼肉，然后举起来晃了晃，说道：“今天虽然没有香肠，但有这个，想吃吗？”当然想，这么大一块都给我吗？老板大气，老板需要我做什么？于是马天就将顶峰那个宝箱的事情告诉了小海鸥，这海鸥也是爽快，直接答应下。只见他飞到了冰山顶峰，对准了那个宝箱，猛撞了好几下。可直到他撞了个头晕眼花，那宝箱也不过才移动了一点距离而已。怎么这么沉啊？不行，得再加一块鱿鱼肉，不然我就不干了。可话音刚落，这宝箱就突然自己晃动了一下，只见他身上那厚厚的冰直接碎了开来。亚夫，我自由了，小兄弟，谢谢你啊！接着，这宝箱自己跳下了顶峰，重重的砸在了马天旁边。马天刚想上前打开这宝箱，这宝箱就突然一下灵敏的跳开了。你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你干嘛？我话还没说完呢！少废话！说罢，马天就又呼了上去，结果又被宝箱躲了过去。就这样，这一人一宝箱在冰面上展开了一场追逐战。结果这宝箱凭借着蛇皮走位，足足溜了马天半个小时。海盗我灭了，妖怪我斩了，我还就不信对付不了你一个破箱子。说罢，马天就从背包中掏出晨星锤，然后猛地朝宝箱丢了过去。这势大力沉的一击，直接将宝箱脑袋砸出了一个大窟窿。救命啊！有人行凶啊！接着，马天扑上去摁住了宝箱，然后把手从那个破洞中伸进去，将里面的物资全部掏了出来。眼看物资到手，马天也就松开了这宝箱。这宝箱连忙跳到一旁去，然后朝着马天破口大骂。这时，那只海鸥突然从天上俯冲下来，舍身一撞，将这宝箱撞飞进了大海中。我一定会回来的。为了奖励这小海鸥，马天除了之前说好的那份，又取出了半块鱿鱼肉丢给了他。可这海鸥在吃了几口后，就抓起剩下的飞走了。回到木屋后，马天将这次探索获得的物资全都装入了箱子里，然后又仔细清点了一番，却发现食物已经不算多了，于是就打开了交易频道，发布了一条求购食物的消息。没一会儿，马天就成功换来了10桶泡面。这时，木屋外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声。马天出门一看，发现原来是一群海鸥正在岛上玩弄几个物资球。马天见状，赶紧掏出一块鱿鱼喂给了这群海鸥，从他们那儿顺利的换来了这批物资球。而这群海鸥吃饱后，就都高兴的飞走了。大哥，还是你鬼主意多啊！那是当然，那个家伙傻大方极了，咱哥几个以后只要哄好他，就吃喝不愁了。而在马天这边，他刚拆开了其中一个物资球，发现里面装着的是一个装着淡黄色液体的玻璃瓶子，瓶身上还歪歪扭扭的写着约翰丹尼4个大字。这是个什么东西？你个土包子，爷们儿可是正儿八经的洋酒，老米伯星条起的，嘿，那叫一个地道。可从这酒的言行举止上来看，马天怎么都觉得它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七胡高的，茶能明目。小子，你要是不确定，就让老夫来替你试试吧。实不相瞒，老夫在品酒这方面很有造诣。
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居然遇到了幽灵船，他会遭遇什么危险呢？那你要怎么喝呢？你倒一点在地上就行了。我也不能确定这酒的真假，索性让这家伙帮忙试试毒也挺好。想到这，马天就拧开瓶盖，开始把瓶中的酒缓缓地往地上倒。嘿，你个败家孩子，拿我搁这浇地是吧？你还别说，这种感觉咋那么奇怪呢？此时，马天注意到这小岛大叔的脸颊已经开始泛红了。真是好酒，不对，这酒有毒。嘿，你个老东西，说谁有毒呢？我今天非得……可还没等这酒瓶说完，马天就直接把它塞进了口袋里。这酒瓶呜里哇啦又骂了一阵后，便没了动静。马天，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你还是把它都倒给我吧，大叔，我扛得住。得了吧，你这演技也太假了。说真的，只要你再把那酒给我喝一口，我就告诉你，这附近哪有大龙虾。听闻此言，马天立刻来了精神，掏出酒瓶，二话不说就把酒全倒在了地上，然后就立刻冲进了木屋。这臭小子真是暴殄天物啊！我不要做漂流瓶啊！而另一边，马天从木屋中取出了抄网，然后在小岛大叔的指引下，卖力的用抄网捞着龙虾。但马天忙活了半天，却什么都没捞上来。老东西，你是不是耍我啊？怎么可能？动脑子想想，你的抄网那么短，那些龙虾都在深水里，你肯定捞不到啊！听闻此言，马天连忙窜进木屋，取来几根木头，加长了抄网，然后成功的捞上来了好几只大龙虾。老东西，是不是这附近的海里有的是吃的？但你就是故意不跟我说啊！面对马天的质问，这小岛大叔直接选择了装傻充愣。哎呀，今天早上的月亮可真月亮啊！昨晚的早点也很不错啊。回到木屋后，马天就取来一桶泡面，在制作了一口大锅后，就烹饪了满满一锅的龙虾海鲜面，然后美滋滋的吃了起来。现在知道了这老东西是个酒鬼，就等于有了拿捏他的诀窍了。于是马天立刻打开频道，发布了一条求购好酒的消息。由于酒不是刚需的生存物资，所以不少人都愿意用酒跟马天交换物资。没一会，马天就换来了好几瓶美酒。这时，小岛大叔那老家伙又笑嘻嘻的冒了出来：“马天，你现在知道孝敬长辈，给我买酒喝了是吧？好小子，我平时没有白疼你啊！别做白日梦了，以后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在海里找物资，找到一样我就赏你一口。”听闻此言，小岛大叔气急败坏，直接就怒喷起了马天。即使小岛大叔一直骂到了天黑，但马天依然是不为所动。没办法，小岛大叔只能选择了妥协。算了，我服了，我这就去给你找物资。早这么听话不就得了？没一会儿，小岛大叔就又冒出来，兴冲冲地对马天说：“我在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大船，那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听闻此言，马天立刻窜出了木屋。刚来到岛上，马天就注意到在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艘略显诡异的漆黑大帆船。莫非这就是幽灵船？我帮你找到这么大一艘船，喝2口不过分吧？找到又怎样？我什么东西都没得到。你要是能帮我把那艘船搞到手，那些酒就全是你的。臭小子，就知道画大饼。我要是有这本事，第一件事就是把你丢海里去。就在马天和小岛大叔斗嘴的时候，那艘帆船就离小岛越来越近了。马天见状，连忙窜进木屋，取出了斩妖刀和晨星锤，然后跳上木筏，打算靠过去一探究竟，好好研究一下这幽灵船。可就在马天马上就要滑到幽灵船旁时，那幽灵船就在闪烁了几下后，伴随着一道光亮，消失在了海面上。白折腾一趟，算了，还是赶快回去吧。但马天刚回到小岛，就听到自己的木屋里传来了一阵打斗声。就在他疑惑时，小岛大叔冒出来说道：“不好了，马天，他们回来报仇了。”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第一次有了生命危险，他到底该如何化解这次的危机呢？听小岛大叔说自己的地盘被人入侵了，马天连忙抄起武器，做好了战斗准备。接着，就见素罐头等一众物资被人从屋里扔了出来。快逃，马天！那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根本打不过啊！到底是谁来了？你们说完再晕好不好啊？难不成是那大章鱼回来了？臭小子，还认得你爷爷吗？话音刚落，就见这盖子上破了一个大洞的宝箱，从马天的木屋中窜了出来。你是冰山上的那个宝箱？没错，你爷爷，我回来了。你个手下败将，还敢回来耀武扬威？信不信我把你劈了当柴火烧啊？别得意，这次我带来了一群英勇的伙伴，你已经没有胜算了。听我号令，宝箱骑士团冲锋！话音刚落，就听见小岛大叔痛苦的大叫了起来。原来是水里来了一群骑着海龟的宝箱，他们全都用箱子口夹着一根锋利的长矛，在不停地攻击小岛大叔。马天刚想去岸边查看一下情况，就有一根长矛从海中刺出，马天连忙闪身躲过。接着就听得砰砰几声巨响，几只骑着海龟的宝箱就跳上了小岛。为了宝箱骑士团的荣耀，冲啊！说罢，就有一个宝箱跳下海龟，朝着马天扑了。马天瞅准不知挥出一锤，直接就把这宝箱砸了个稀碎，木头和物资撒了一地。其他宝箱见状，群情激愤，纷纷跳下海龟，一拥而上，和马天打在了一起。10分钟后，双拳难敌4手的马天，还是因为体力耗尽，败下了阵来。我该不会要死在一群破箱子手上吧？这也太窝囊了吧！小子，这就是招惹我们宝箱一族的下场。兄弟们，灭了他！说罢，就有一只宝箱蹦了过来，将长矛对准了马天的胸口。就在这危急关头，几块石头从天而降，把这只宝箱砸了个稀碎。接着，马天就听到从空中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别怕，老哥，我们海鸥军团来帮你了。”说罢，这些海鸥就俯冲下来，和这些宝箱打了起来。马天见状，也重新捡起武器，加入了战斗。不好，兄弟们，风紧扯呼！说罢，这些宝箱就纷纷跃上海龟，跳入海中逃跑了。而马天则是快步上前，一个飞扑，逮住了一只来不及下水的无主海龟。救命啊！别挣扎了，你那些同伴已经把你抛弃了，干脆以后跟着我混吧，1天3顿有肉吃。
成交。再用最后的一点海鲜储备感谢了海鸥军团后，马天就把岛上散落的物资全都收了起来，接着就回屋休息了。第二天一早，马天刚走出木屋，大海龟就凑了上来，想要讨肉吃。忘了跟你说了，我们这不干活是没饭吃的。你以后每天都得去海里帮我捞鱼，如果不干，我现在就把你炖了，做一锅王八汤，你自己选吧。听闻此言，大海龟吓得赶紧点头，而马天为了防止他逃跑，就做了一根钢索捆在了这家伙的龟壳上。好了，去工作吧。没一会儿，这大海龟就叼着一些海鲜回到了小岛上。可这家伙叼回来的不是少了脑袋的海鱼，就是缺了好几条腿的鱿鱼。好啊，你居然敢偷吃！你别冤枉好人，这些海鲜本来就是这样的。哎，这些垃圾我根本提不起胃口，只能全丢掉了。臭小子，不是我说你，你还真是没有商业头脑啊！你看不上的这些残次品海鲜，在别人眼中说不定是不可多得的珍馐美味啊！听闻此话，马天恍然大悟，赶紧打开交易频道，发布了出售这些海鲜的消息。此消息一出，聊天频道就炸锅了，许多没能力捕捞海鲜的玩家纷纷开出价码，想从马天手中买走这些被大海龟吃剩下的海鲜。没一会儿，马天就成功换来了各种新鲜的食物。这时，马天听到海面上传来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应该是又有物资刷新了。说罢，马天就来到岸边，把那只大海龟喊了出来。叫我干嘛？忙着抓鱼呢。少装算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海里偷懒呢，赶紧去那边帮我把物资球推过来。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要怎么逃过撞向自己的游轮呢？马天下令后，大海龟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但还是嘀嘀咕咕的干活去了。这家伙虽然挺滑头的，但有他在，我确实能省不少事。没一会儿，这大海龟就鼻青脸肿的推着这些物资球回来了。大佬，以后能不能别让我干这种危险的活了？这群家伙太残暴了。马天没有理会大海龟的抱怨，直接用超网把这些物资球全捞了上来，然后一一拆解。这批物资除了有些常规的材料和食物外，还有一个大轮胎、一袋气球和一个大西瓜。这气球和轮胎能有啥用啊？算了，来者不拒，我全都要。没一会儿，远处的海面上就又刷新了一批物资球。可这次大海龟说什么都不愿意再干这活了，干脆你直接把我炖了吧，我不干了。考虑到要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马天便丢给了这家伙一些食物。这大海龟吃饱后也不再有怨言，而是继续乖乖的干活去了。好在这批刷新的都是些配合的物资，大海龟顺利的将它们全都推回了小岛上。拆开之后，马天得到了一堆基础物资和2张设计图，可马天却没有接着制作，而是让它们都乖乖的躺进了储物箱中。1个小时后，正在屋里睡觉的马天突然被外面传来的一阵汽笛声惊醒了。就在他一脸懵的时候，小岛大叔冒出来惊恐地说道：“不好了，马天，咱们死到临头了，你快出去看看吧。”走出木屋后，马天就惊讶地发现有一艘游轮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自己的小岛开来。我去，前2天幽灵船的问题还没搞明白，怎么今天就又来了游轮了？这是问题的关键嘛？你看这游轮根本没有减速的意思，用不到多久它就要撞过来了，到时候咱们有一个算一个，都活不了，赶紧想办法啊！可是到如今，马天也是无能为力。可就在这游轮离小岛就剩几十米的距离时，这游轮却突然化作了一道光芒，消失了个无影无踪。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时，系统的声音在马天耳边响了起来。抱歉让您受惊了，刚才那是末日游轮，属于还未对玩家开放的项目，因系统错误才出现在了您附近的海域。为了补偿您，系统决定为您开启特殊任务，完成后会获得丰厚奖励。不错啊，那我这可算是因祸得福啊。可接下来系统的话让马天直接傻了眼。我们将会刷新一只海鲨王在您附近的海域中，请您在1小时内将其击杀。我去，你确定这是补偿奖励？我看分明就是你这个狗系统想要灭我的口吧。这时就听到小岛大叔拼命的大喊道：“全体做好遇袭准备，鲨鱼已经出现了！”话音刚落，整个小岛就猛烈晃动了一下，马天一个没站稳，摔倒在了地上。可那大海龟却没那么幸运，他直接被撞进海里，晕了过去。不好了，马天，鲨鱼盯上那家伙了！马天见状，连忙进屋取来超网，然后窜到岸边，想要把大海龟捞上来。可这大海龟实在是太沉，马天用尽全身力气也很难把这家伙捞上来。这时，那大鲨鱼也钻出水面，张开大嘴朝着大海龟袭来。马天，你快点捞啊！老夫晕血，见不得那么血腥的画面啊！别说废话了，小素，别睡了，快带着大家出来帮忙啊！话音刚落，就素罐头带着一批物资冲出木屋，来到马天身边。那家伙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终于把那大海龟捞了出来。与此同时，那鲨鱼也高高跃起，张着血盆大口朝马天袭来。就在这危急关头，陈星锤从屋内飞出，来到马天手上。马天瞄准这鲨鱼，一锤挥下，把鲨鱼又锤回了海里。可这鲨鱼也不肯轻易罢休，直接张嘴啃咬起了小岛大叔。我的妈！马天，快救救我啊！马天见状，连忙挥舞着陈星锤冲上去，猛地砸了这鲨鱼脑袋好几下。可这家伙的脑壳无比坚硬，任凭马天怎么砸，他都毫无反应，依然在不停地啃咬着小岛。马天，你快想办法啊！再这样下去，用不了5分钟，咱们就都玩完了。而且我能感觉到，还有一个巨型怪物在不断向咱们靠近。不会又来鲨鱼了吧？不是说只有1条吗？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残暴的鲨鱼，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听到小岛大叔说又有一个巨型怪物向自己靠近后，马天明显慌了起来。一只鲨鱼就已经很难对付了，再来一只，不是要我老命吗？话音刚落，海面上就泛起了一道巨浪，接着就有一只巨大的章鱼触手伸出海面，猛地朝马天砸过去。那鲨鱼见状，赶紧潜入海底躲避。马天也凭借着灵活的走位躲过了这一击，只有可怜的小岛大叔承受了这一切，被这章鱼触手狠狠地砸出了一个大坑。我的妈，疼死我了！我的老腰都要被砸断了！坏了，是那只大章鱼回来了，真是祸不单行啊！
说罢，之前马天对付过的那只大章鱼就钻出了水面。臭小子，你还我儿子命来！大姐，我今天有点忙，你能不能改天再来找我？做梦，老娘今天就手刃了你，给我儿子报仇！说罢，这大章鱼就再次猛地将触手挥向了马天。可这时，那只鲨鱼却张着大嘴从海中跃出，一口咬断了大章鱼的触手。好疼啊！哪来的混蛋，敢坏老娘的事！大姐，我可是系统派来执行公务的，这家伙是我的目标，不要妨碍我。谁管你啊！识相点就赶紧走，不然我连你一起收拾。我看你是找死！说罢，鲨鱼就张着血盆大口朝大章鱼扑了过去，咬住了他的一只触手。而这大章鱼也不甘示弱，拼命地挥舞着触手还击。就这样，两个怪物使出浑身解数，扭打在了一起。好啊，这俩家伙打得越激烈越好，大家快来看热闹啊！对，就是这样，用触手狠狠抽它。哎呀，那鲨鱼怎么这么笨啊？你咬它啊！最终，在一番激烈的战斗后，这鲨鱼还是不敌大章鱼，丢掉了自己的小命。而那章鱼也没好到哪去，被那鲨鱼咬掉了一大堆触手，身负重伤。臭小子，今天算你运气好，我还会回来的。说罢，这章鱼就潜入海底，没了踪影。可岛上的马天根本一点都不在意章鱼的威胁，而是蹦起来兴奋地说道：“我这就叫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说罢，马天就登上木筏，命令大海龟和自己一起上前，将大章鱼断落的那些触手拖回了小岛上。然后马天将这些触手一一分解，得到了几十块章鱼肉。看到大海龟趴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自己，马天索性直接丢给了他几块肉，这海龟也就大快朵颐地吃了起来。接着，马天又回屋取来了一些泥土和石头，修复了那个大坑，将所有章鱼肉收进储箱后，马天就在木屋中休息了起来。这时，完成击败鲨鱼的任务奖励也发了下来。这金币是干什么用的？本游戏即将开启金币支付系统，以此给予你一定的金币作为先行奖励。入夜后，马天正站在小岛上舒服的吹海风，突然他注意到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发光的物体，于是他连忙让大海龟把那东西叼了回来。这好像是个水母啊！突然，系统的声音在马天耳边响了起来。这是任务水母，会随机刷新在玩家的海岛周围，玩家在获得此水母后，就会自动接受一个系统任务。只要不再给我什么和鲨鱼搏斗的任务就行了。恭喜马天接取新任务抉择时刻。在接下来的12小时内不收集任何物资球，任务成功则奖励5个物资宝箱，任务失败则所在海岛的面积将缩小1/5。任务结束1分钟后，所有物资球将自动消失。可还没等马天说什么，小岛大叔先冒了出来，激动地说：“马天，这次的任务你要是敢失败，我一定把你丢进海里去喂鲨鱼。”话音刚落，就有大批物资球出现在了马天小岛周围。为了吸引马天捕捞自己，这批物资球纷纷主动报起了自己的身份。我里面是一整箱的牛奶，你确定要放弃吗？小哥，我是巧克力呀，你真的不想吃吗？此刻的马天内心无比纠结，他既想保住小岛的面积，又不想放弃这些物资球。在一番思索后，他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我有主意了，这次全都靠你了。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到底是用了什么奇怪的办法，强化了自己的海岛的呢？大海龟，我现在交给你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先给点吃的，不然一切免谈。听闻此言，马天连忙窜进屋内，把资源箱直接搬了出来，然后取出一大块章鱼肉丢给了大海龟。你见过牧羊犬吗？在看到大海龟那清澈而又愚蠢的眼神后，马天只感到一阵无奈。于是马天又费了半天口舌，才跟大海龟解释清楚了自己的计划。原来马天是想让大海龟像牧羊犬赶羊一样，把海盗周围这些刷新的物资球全都赶到自己的小岛边聚集起来，而马天只需要等任务时间结束，再将其一网打尽即可。大海龟，好好干，我再给你加3块烤制的章鱼肉。听闻此言，这海龟更加卖力地推起了物资球。救命啊！有乌龟要绑架我啊！此时虽已是深夜，但马天已经困意全无。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做，他便打开了公共交易频道，想要交换一些高级物资。可看了许久，马天都没发现自己心仪的物品。这时，一条信息引起了马天的注意：出售岛屿强化图纸，需要的私聊。马天见状，连忙给这人发去了私聊消息。终于在一番讨价还价后，包仔用5块鱿鱼肉和一个大西瓜换来了这张图纸。你好啊，老弟，有我在，绝对能让你这个破岛焕然一新。嘿，没大没小的东西，说谁是破岛呢？这图纸没有搭理小岛大叔，而是自己跳进了马天的储箱中，可没一会儿却又一脸失望地跳了出来。抱歉老弟，你这破岛没法强化。我刚才看过了，你根本就没有木屑这种材料。等你凑够材料再来找我帮忙吧。听闻此言，马天连忙打开了制作列表，可翻找了一圈都没发现木屑这一制作选项，所以马天只能取出几块木头，尝试用斩妖刀来削一些木屑出来。臭小子，老子可是斩妖的宝刀，你竟敢拿老子来削木头，信不信老子跟你翻脸啊？马天无奈，只能放弃了这个办法。就在马天一筹莫展之际，他发现那只大海龟居然趴在小岛边缘睡起了觉。不去干活，在这偷懒是吧？这一声怒吼惊醒了熟睡中的大海龟。干啥活呀？你看看现在这海面上，别的地方哪还有物资球了？全部的球不都让我赶过来了吗？别的活你还没干呢。什么？还有别的活？说罢，大海龟连忙朝海中跑去。马天抢先一步上前，把大海龟龟壳朝下的倒放在了海面上。这下我看你还能往哪儿跑？接着就见马天掏出一根木头，一脸坏笑地说道：“帮我把这些木头啃成木屑，要是敢不干，你就在这儿一直躺下去吧。”
这大海龟无奈，只能听令啃起了木。我去，这声音真是听得我头皮发麻。终于，经过1小时的努力，这大海龟终于啃够了足量的木屑，而马天也没亏待它，直接取来5块章鱼肉喂给了大海龟。看着大海龟用红肿的嘴巴吃着肉，马天不忍心地说道：“别着急，慢慢吃，吃完了别忘了继续去赶物资球。”我这日子过的，黑奴看见了都得说一句惨啊！转眼间天就亮了，等着大海龟再次下海后，马天就从储物箱中取出了其他材料，丢在木屑前，然后叫起了沉睡的图纸。别睡了，太阳都晒定了，赶快起来给我强化岛屿。随着一道光闪过，这些物资与图纸纷纷消失不见，但小岛大叔的面积却整整扩大了1圈，而且土壤和沙子的厚度也增加了不少。好啊，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下年轻了10岁。就在马天高兴时，大海龟叼着一个瓶子爬了过来。我刚才在海里遇到一个漂流瓶，这家伙指名道姓要找你聊聊。马天一脸懵地接过瓶子，惊讶地发现这家伙居然就是之前自己丢掉的那个酒瓶。嘿，您猜怎么着？真是盖了帽了，我的老杯比。马天一脸无奈，刚想丢掉它，就听他开口说道：“别介，我有重要情报跟你说的。从明天开始，海面上就不会再有物资球了。”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居然又得到了一个白白送上门的免费苦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听闻此消息，马天犹如晴天霹雳。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从明天开始，能出现在海面上的物资球将会越来越少，大部分的物资球都会藏在海中，需要潜下去才能找到。我凭什么相信你？再说了，这种游戏内幕消息，你一个破酒瓶是怎么知道的？不信拉倒，自从你把我丢了后，咱就干上漂流瓶这份活了，整天往返于各个岛屿间传递消息，谁见我都得尊称一声平爷。那行吧，平爷，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拜拜了您呢。说罢，马天就又把这酒瓶丢回了海里。接着，小岛大叔冒出来说道：“马天，你相信那个瓶子说的话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得早做准备。”说罢，马天就来到储物箱前，取出了之前得到的那张潜水服制作图纸。这个高强度外骨骼该从哪去找呢？我记得制作列表中也没有这个选项啊。突然，系统的声音在马天的耳边响了起来。为了增加游戏的趣味性，系统将开放末日游轮。从现在开始，海面上将随机刷新游轮，玩家可自行选择是否要前往探索。游轮上危险与财宝并存，祝各位好运。之前那个差点要了我命的游轮，终于正式开放了。接着，马天打开公共聊天频道，打算看一下其他玩家的反应。凝视着这些消息许久，马天突然一下恍然大悟，激动地说道：“我明白了，我全都明白了。如果那破酒瓶说的是真的，那接下来潜水服就是所有玩家必备的道具。系统选择在这个时候开放末日游轮，说明制作潜水服必备的外骨骼一定就在那上面。”这时，公告聊天频道中的一句话再次引起了马天的注意：“兄弟们，我遇到末日游轮了，但登上去需要整整100枚金币，可我1枚都没有，这该咋办啊？”马天见状，连忙从储物箱中取出了自己的那几袋金币，清点起了数量。我也只有40枚，远远不够啊！年纪轻轻就掉钱眼里了，真是一个俗人。小岛大叔，你就别说风凉话了。你这个耳朵不要就捐了吧，你听听，那是我的声音吗？这才注意到，刚刚讽刺自己的，居然就是面前的这几袋金币。小子，你这儿的居住环境也太差了吧？能不能把我们送回末日游轮啊？你以为我不想吗？但我还需要再凑60枚才能送你们回去啊！真是个穷鬼。这句话直接让马天破了防，于是马天做了一个准备，把这几袋金币丢了进去。事到如今，就别怪我严刑逼供了。快说，哪里还能弄到金币？可这些金币十分嘴硬，怎么都不肯说。马天见状，就又添了一把柴。这些金币终于被烤得受不了了，纷纷开始求起了饶。于是马天连忙拿出大锅，取了一盆冷水浇灭了火。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重要吗？你这个狠心的男人！这时，其中一袋金币终于开了口。我知道在游轮上有一个传送门，通过那道门便可以前往神秘的黄金岛，在岛上挖到的金矿都可以在系统里换成金币。你耍我是吧？说来说去，还是得先登上游轮才行。或者你留意一下发光水母，完成他们给的任务，你说不定能获得一些金币。马天见状，也没有继续跟他们废话，在跟小岛大叔交代了要留意发光的水母后，马天就来到了海边，打算视察一下大海龟的工作。结果发现那大海龟居然在和另一只海龟叽叽喳喳的密谋些什么。坏了，他该不会是想让他同伴帮他逃跑吧？可话音刚落，那只新来的海龟就游过来爬上小岛，对马天说道：“我听我朋友说，你这儿只要干活就能有肉吃，所以你们这儿还缺龟吗？我想入职。”那家伙真坏啊，居然坑自己的同伴来干苦力。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居然获得了操纵妖怪的能力，他是怎么做到的？听完新来的海龟说的话后，小岛大叔一个没忍住笑了出来。小伙子真是交友不慎啊！听闻此言，马天连忙跺了跺脚，小声对小岛大叔说道：“闭嘴！你要是把他吓跑了，我一定在你身上修个厕所出来。”接着，马天就打开了制作列表，制作了一根钢索，捆在了这家伙的龟壳上。这就是安全绳吧？那我这就去干活。说罢，这海龟就一脸兴奋地钻进海里，和那老海龟一起去赶物资球了。没一会儿，那只老海龟就游了回来，高兴地对马天说：“我够意思吧？又给你拉来了一个干活的，就让他去赶物资球吧，我休息会儿。”
你可不能休息，你还有别的任务啊！你就继续啃木头吧。老海龟闻言一惊，连忙逃回海里，老老实实的和那只新来的海龟一起赶物资球去了。终于，在任务时间结束时，2只海龟成功将全部刷新的物资球赶到了小岛旁边。马天也取来超网，争分夺秒的将它们全都打捞了上来。开启了全部物资球后，满满的食物和材料就堆满了马天的小岛。再将它们全部收入储箱后，完成任务的奖励也到账了。前3个物资箱里装满了各种食物和材料。打开第4个后，马天惊讶地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堆金币。马天见状，立刻清点了起来，足足有30枚，这样我就离登船又近了一步。可第5个箱子里的东西着实让马天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东西？咱是末日邮票，你可以把我贴在任何物品上，然后再寄给别的玩家。可人家要是不接受怎么办？放心，有我在，他们没有拒绝的权利。再给2只海龟投喂了一些鱿鱼肉后，马天也回屋休息了。傍晚时分，吃晚饭的马天本想打开聊天频道找些乐子，可一条消息引起了马天的注意。我是天棒海盗团的团长，我们团人数众多，武器先进，从今天开始，所有玩家都要定期向我们缴纳保护费。谁敢不从，我分分钟就派人过去灭了他。此消息一出，立刻引来了频道内大量玩家的讨论。在回忆了一下自己解决的那2个菜鸟海盗后，马天冷笑一声，直接在聊天频道中贴脸嘲讽起了这群家伙。大家不用怕，这些家伙都是欺软怕硬的废物。没一会儿，马天就收到了周天棒发来的私信。小子，你是从哪蹦出来的？敢和爷爷我作对？信不信爷爷我收拾你？马天的嘲讽直接让周天棒火了。就在他无能狂怒时，手下的小弟跑了进来。老大，兄弟们这趟出海抓来了一个大款，他岛上的物资也全都被我们抢来了，您要不要出来看看？哼，大佬，我全部的家当都被你们抢走了，你们就把我放了吧。还没等这人把话说完，周天棒就掏出一把刀来，恶狠狠地说道：“我今天心情不好，就宰了你来出出气吧。”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快递箱突然凭空出现在了周天棒面前。这是什么东西？玩家马天赠送给玩家周天棒的快递已送达，请签收。那小子肯定是认怂了，给我送了礼物赔礼道歉，接受。话音刚落，就有一个黑影妖怪从快递盒中窜出，给周天棒一抓。那个被绑的倒霉蛋看到这一幕，直接吓晕了过去。而周天棒的那群小弟也是吓得落荒而逃，把周天棒一个人丢在岛上。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就在刚才，马天刚回呛完周天棒，就听到了小岛大叔惊恐的喊叫声：“马天，快出来看看，出事了！”听闻此言，马天连忙冲出了木屋。刚出门，马天就看到有一只黑影妖怪抓住了自己的2只苦力乌龟。我的斩妖刀呢？在拿到武器后，马天一个箭步冲上去，3两下就将这只妖怪砍在。马天本想一刀解决这个家伙，但他灵机一动，取来了末日邮票，贴在了这妖怪身上。接着就有一个系统框弹了出来，在输入周天棒这个名字后，就有一个快递箱出现在了妖怪头上，将其吸了进去，随后就消失不见。棒哥，这个保护费你可要收好了啊！穿越海岛求生世界，能和万物沟通的马天，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一伙海盗，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周天棒收到了马天发来的嘲讽私信。紧接着，马天发现和周天棒的私聊窗口直接关闭了。解决完海盗，现在该狠狠大赚一笔了。马天点开聊天论坛，在里面连发了好几条嘲讽消息。天棒海盗团还有活人吗？交出你们的物资，小爷大发慈悲放过你们。这时候，其他的玩家才反应过来，那横行霸道的周天棒竟然真的被马天杀死了。真的吗？马天，你不会是在骗咱们吧？就你能解决周天棒？我的天，不愧是你阿哥，可真是铲除了一大祸害。我的个神啊！能不能倒是快点把物资给他啊？这小岛都快被这恶鬼震撼了，你们不想活，我还想活呢。大佬求放过，救命啊！你想要啥，我们都给，就是求求您快把这个黑影妖怪弄走吧，我们坚持不住了。这下所有人都相信马天真的能千里送妖，指挥嘎人了。而周天棒的小弟在发完消息以后，快速把小岛上所有的物资都给马天送了过去。接着，这个家伙又给马天发去了求饶的私信：哥，我们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发过去了，你快把这玩意收回去吧，我们是真扛不住了，就剩3人了，再不收走就全挂了。马天看着这长长的物资清单，大方的接受了。随后这些东西就全部自动进入了马天储物箱中。突然，一团黑雾出现在了马天面前，紧接着那妖怪就从黑雾里钻出，直奔马天而来。马天一个闪身躲开，然后取出斩妖刀，手起刀落，就听得一声惨叫，那妖怪直接全身燃烧，消失不见了。不愧是我，也太厉害了！收起掉在地上的金盒，马天回到屋里。这不就是普通的石头？这个瓶子居然是香水，在这野外求生一点用没有。倒是这个晴天娃娃，不知道有什么作用，拆开看看吧。马天刚准备把这个晴天娃娃拆开，就听到一阵哭叫声从手上传来。哥，你要干啥？这是晴天娃娃的声音。你不会要把人家拆开吃掉吧？不要啊哥，我是晴天娃娃，我能变出一个光罩为你挡雨。我有木屋，要你的光罩干啥？哎呀，哥哥别嘛，我还能发光，你出门不方便，不需要照明吗？我可以带着火把，为啥要用你？晴天娃娃一听，哭得更厉害了。
又说了一大堆自己的用处，但是都被马天反驳了。直到这小娃娃说到了黄金岛3个字。哥，黄金岛门口可是有2只恐怖的凶兽的，如果把我升级带在身边，那他们就闻不到你的气味，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了。哥，求你了，别杀我嘛，我还是很有用的。马天前后思考一番，我肯定是要去黄金岛的。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你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没想到这晴天娃娃想要升级，居然需要1颗魔法水晶石，这让马天一阵无语，只能先收起来。正当马天准备休息一会儿时，小岛大叔突然又喊起来：“马天，你快出来，海里有发光的水母！”天呀，在哪在哪？马天抄起渔网，跑出木屋，在海面上观望了一会，发现在小岛后脚上果然有隐隐的光亮发出。由于水母的位置比较深，马天只能叫2只海龟下去抓。新来的海龟一听就跳进了海里，老海龟却在一边无动于衷。没一会儿，马天就收到了系统提示：您的海龟遭遇水母和鱿鱼的袭击，随即触发临时任务——海洋杀手。就这也太简单了，我有海龟协助，很快就能完成了。您的海龟咬死了水母，触发水母的诅咒，随机任务难度翻倍。哦，我的老天爷！听到这样的提示，马天懵了。老海龟在一边幸灾乐祸：“呵呵，马天，你看这新来的就是不靠谱。”这时候，新来海龟在海里爬出来，咬不住，一咬就化了。这样勤劳肯干的海龟，马天也不好怪罪，用1块鱿鱼肉安慰了以后，随即又给他们2个派发了任务：你们2个帮我抓鱿鱼和虾米，10条小鱿鱼可以换1块鱿鱼肉吃。新来的海龟还没听完就跳进了海里。这新来的海龟竟然是个恋爱脑，马天该如何治救恋爱脑呢？马天打开储物箱，提溜起1条烤好的小鱼，回头一看，老海龟已经在张大嘴巴等着了。我是新来的海龟，我回来了，我要吃饭。不对啊，新来的小憨批什么时候吃饭这么积极了？去抓鱿鱼，先吃饭。生气的马天一脚把老乌龟踢了下去，老乌龟在海里翻了个面，瞪了一眼马天，最终还是老实的自己下海了。要不是为了口吃的，老子才不给你干活。可是2只海龟在小岛周围游了好一阵，都没发现一点鱿鱼的踪影。没有小鱿鱼啊，这附近绕了好几圈了，一条都没有。不信问小岛那个老家伙。奇了怪了，怎么会一条都没有呢？正当马天思考的时候，耳边传来了小岛大叔的破口大骂：“你骂谁老家伙呢？老子正当壮年。”好了兄弟，最近一直没有鱿鱼吗？还真没有。你上次打败的那只大鱿鱼是鱿鱼王，他现在觉得你周围太危险了，把你周围的小鱿鱼都叫走了。也就是说，不是整片大海都没有，只是我周围没有了。那也就意味着，只要游得够远，还是可以抓到小鱿鱼的。新来的这条心眼实在，就让他跑远点吧。之前的老乌龟解开束缚，肯定就直接跑没影了。不过话说，这样2只乌龟实在不好分辨，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老乌龟，听好，你以后就叫狗剩。新来的，你以后就叫2蛋。我是狗剩龟，你是2蛋龟，他是狗蛋。马天招呼了一声2蛋龟，让他往远处找找看，顺手解开了钢缆。狗剩一看这情况，急慌慌的也要下去，但是被马天拒绝了。哼，想都不用想，这货走了肯定不会再回来。天在外面等了一会，便回屋喝了点热水，又吃了点烤鱼。随后出来一看，2蛋还是没回来，他就有些着急了。虽说不担心他逃跑，可是万一迷路了咋办？或者被其他的凶兽吃掉怎么办？马天越来越着急，便叫出了小岛大叔：“兄弟，看见咱家2蛋没？”“没看着，不过大海醒了，你可以问问他。大海每天就清醒半个小时，能赶上不容易，你快问问吧。”“大海哥，你看见我家乌龟没？”“海里的乌龟数都数不清，我哪知道哪个是你家的？”马天知道他就是不想说，可是为了自家小乌龟，马天还是放低姿态又问了一次：“麻烦您了，就是那只脖子上拴小红旗的海龟。”“我看看吧。”大海想了一会儿，回复了马天：“笑死我了，你家龟正追着另一只母乌龟游呢，还叼着1条小鱿鱼，哟呵，这还表白呢。那个母乌龟跟你家龟抛媚眼。”狗剩的爆笑从马天的耳边传出：“笑死我了，他又被渣龟给骗了。”一边的小岛大叔也嘲笑起了2蛋龟：“笑死，这傻2蛋，这脑袋也太不好使了。见到母乌龟就走不动道，这是叼着小鱿鱼娶媳妇去了。”哎呀，坏了，母乌龟的老公来了，他现在要揍你家龟。好家伙，1个、2个、3个，有3只龟呢。你家龟也太猛了，直接冲着人家就过去了，把人家领头乌龟的壳都干裂了。哎呀，不过这个裂开的龟也太阴险了，竟然换了个漂亮的小母龟打头阵。你家龟怜香惜玉，舍不得动手，现在跟那2个骂起来了。你家龟嘴皮子不利索，这回快被骂抑郁了。干就完了，跟他们废什么话？可马天只是静静地躺在地上，听着大海播放前方战报。希望我家2蛋不要吃亏的好。情况不妙啊！一只小乌龟绕到你家2蛋身后咬了一口，被咬到尾巴了，剩下俩全过来咬它。现在2蛋危险了。一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就连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狗剩龟都闭上了嘴，大家都在担心2蛋龟的安危。你家2蛋挣脱开了，再往后撤退，但是他还没有放弃，再争取反击的机会。气死我了！这母渣龟有老公还勾引我家2蛋，还带着一家子欺负他。2蛋这名字起的就不赶趟，谈恋爱都排不上第1个。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马天意外获得进入末日游轮的机会，危险重重的旅程，马天要如何完成？气死我了！2蛋你倒是争口气，干他们，打死他们回来，我给你小鱼吃。
等等，有几只龟来帮你家乌龟了，他们还举了个横幅，备胎互助会。备胎互助会帮助每一个苦命的备胎，兄弟别担心，我们来救你了。在互助会的帮助下，二蛋终于从战争中逃脱出来。天呀，我忘了马天还在家等我，我要先回家给马天送鱿鱼。好戏结束，所有人发出一阵意犹未尽的叹气声。要是他俩真的都找到伴，能不能生出来一窝海龟大军？大海不再播报，马天也就没有了二蛋的讯息，只能继续等待。二蛋终于回来了，嘴里还叼着那条半死不活的小鱿鱼。与此同时，任务进度变成了1/20。漂亮，这几条烤鱼是你的了。这时候，马天心生一计，有了，如果我一条小鱼扔个10几次，系统应该也发现不了我用的同一条鱼，卡个漏洞试一下。于是说干就干，马天拎起小鱿鱼，先丢到海里，再拿捕捞网捞上来。果然，任务进度变成了2/20。随后，马天一直重复这个操作，直到任务进度显示20/19时，那条小鱿鱼再也忍不了。你要抓就抓，要放就放，这么来回折磨我一条小鱿鱼，神经病啊！天看了看即将完成的任务进度，便选择忽略对方的感受，最后一次把它扔进海里，又捞了上来。呱呱，你这个神经病，我不活了，我死给你看，你这个没人性的家伙！根据老夫多年的经验，这小玩意是急火攻心，把自己气死了。恭喜玩家马天完成随机任务电鳗的诅咒，获得奖励金币100枚，宝箱1只。恭喜玩家马天获得末日游轮船票1张，鳗鱼肉10块，发电因子1枚。居然是船票，真是天助我也！马天乐呵呵地钻进小木屋坐下，抓紧开始查看末日船票的介绍。末日游轮船票，凭此船票可在末日游轮逗留24小时，请遵守末日游轮的各项规则，否则可能会被船员们提前插出去哦。一切就在今晚了，有了这张船票，我就可以省下这100金币，想想就觉得爽。这样到时候再去黄金岛搞更多的金币，直接住到游轮上。一阵轮船的轰鸣声打破了马天的白日梦，马天连忙兴奋地跑到屋外。马天，末日游轮，快看！马天掏出船票，等待着游轮的到来。末日游轮已抵达，请问是否登船？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登船了。马天看着旁边一脸期待的二蛋和狗剩，决定把他们也带上。这时面前展开一道任意门，正当马天准备走进去时，那门突然开口：“自己吃就算了，还带宠物，带宠物收费，1只50。”什么？你们是不是找理由把金币坑回去？就是个乌龟能吃几口？别这么小气嘛！少废话，你这俩大乌龟都快比人大了，还少吃，给不给吧？不给你也别进了。马天虽然心有不甘，可也深知是对方的主场，自己没辙，便准备把2只龟留下。还没等他开口，一边的狗剩不乐意了：“马天，你小子有点义气，俺们为你上刀山下火海。你刚赚了金币，不差钱，说好的有福同享呢？”马天郁闷的点了点头，毕竟是兄弟，一咬牙在系统提交了100枚金币，带着2只龟进入了任意门。您好，我是您的智能仆从小易，欢迎来到末日游轮，您的宠物已被安置妥当。现在由我为您介绍游轮的具体情况，请您仔细阅读以下要求。小易带着马天来到第一道闸门，随着第一道闸门的打开，房间里传来一阵优美的音乐声。马天找了个位置坐下，开始吃东西。小易也把2只海龟给他送了过来。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马天竟登上末日游轮。现代化的游轮上应有尽有，马天又会遇到什么奇遇呢？马天正带着2龟胡吃海塞，这时一个胖子抱着一盘堆成山状的食物也坐到了这张桌子旁。他坐下后直接就开始狂吃，没一会儿就清干了面前的所有食物。你竟然能吃这么多？不知道啊，吃不死就往死里吃呗。船票100金币呢，那不得赚回来？你这得是多久没吃上东西了？天天吃啊，就是吃不饱。之前太饿，我还把自己的岛挖了跟别人换食物呢。我想起来了，这不就是那个挖自己小岛的泥土木头跟我换食物的猪肚吗？哥们儿，不瞒你说，我有一块魔法石。你这2只龟不错，我拿魔法石跟你换，怎么样？你竟然有魔法石，厉害啊！不过你要我这俩大懒龟干啥？他们也干不了什么活。吃啊，海龟汤听说过吧？那滋味不知道有多美。狗剩一听，顿时不乐意了，爬到胖子身边给他来了一口，痛得胖子嗷嗷直叫。马天吃饱喝足，带着2龟上了2楼。刚一进去，就听见了此起彼伏的喧哗声。哎呀，又没中！让我试试。抽到2个罐头。 10金币就能拿点食物，这也太坑了。马天正要离开，突然听到一个老虎机发出了声音：“我这就差10轮就能出大奖了，怎么没人来呢？”可拉倒吧，你那都几10轮，毛都没出来，个倒霉鸡子，谁来碰这霉运啊？马天听到这话，决定等在这台老虎机旁边，等别的玩家再抽几轮，他就截胡。一名玩家5轮过去，无事发生，这名玩家垂头丧气的离开了。这下用不了多少金币就能中大奖了。马天连抽5轮，突然老虎机闪起彩色的灯光，并发出一声提示音：“恭喜玩家抽中3等奖，合金鱼弩1台。”在其他玩家羡慕的眼光中，马天从老虎机内拿出了合金鱼弩。合金鱼弩射程20米，扣动扳机发射弩箭，弩箭为倒钩设计，摇动滚轮回收。
大丰收啊！走上3楼报名去黄金岛。上了3楼，马天就直奔前台而去。先生，您要报名黄金岛活动吗？参加活动要交50金币报名费哦。这么贵，不知道去黄金岛能挖多少金子啊？脱贫致富就在此一举了。马天咬咬牙，拿出了50金币，交了报名费后，前往黄金岛的热气球还在筹备中，请您在等待区稍后片刻。不大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走过来通知他热气球已经准备好的消息。马天跟着工作人员走到了大厅门口，就看到一个标着序号7的热气球已经点上了火，时间一到便可起飞了。每个热气球可上3人，一次放飞8个热气球，8个都上满就可以出发。工作人员话音刚落，马天就飞快地冲了过去，拎着2只乌龟爬上了吊篮。我是阿彪，他是我的临时队友，叫大铁。我叫8天。黄金岛活动须知，玩家们请务必在12小时内返回邮轮，而带回的黄金都可以在邮轮上兑换成金币。现在起飞。马天和阿彪观看完面板上的热气球操作指南后，看向操作杆。只见大铁握着操作杆，正在驾驶热气球，而其他热气球离他们越来越远。大铁，你把热气球的方向开反了。不可能，我按地图开的。马天一把推开大铁，站到操作杆前，调整好了热气球的路线，可与其他热气球拉远的距离却追不回来了。你知不知道，比别人快1分钟到黄金岛，就可能多挖几块黄金啊？事已至此，我们尽力追吧。突然，前方有一个热气球上有一个人影掉落，热气球的面板上3号热气球从第5名变成了第4名。他们是害死了自己的队友吗？快看面板，他们前进的速度变快了。难道是载重变少，速度就能变快？此话一出，热气球内的3个人都迅速拉开了距离。人多力量大，我们大家还是齐心协力，一起挖黄金吧。没错。突然之间，大铁冲向阿彪，将他从热气球边缘推了下去。你丢掉一个，我们就能追上前面的人。我们2个完全够了。别信他，他这种坏胚子只会考虑自己。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面对虎视眈眈的队友，还有其他人的阻挠，马天究竟该如何应对？看到马天继续操纵热气球，大铁心里乐翻了天。哈哈，这个小子真傻，这么轻易就上当了。就在马天操纵热气球的时候，大铁小心翼翼地来到了马天身后，这一切都被狗剩看在眼里。马天，小心，这家伙已经到你身后了，他想故技重施，将你推下去。这时，大铁抬手猛地推向马天，可马天早有防备，只是侧身一躲，大铁就一头冲出了热气球，摔了下去。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实在是太阴险了。不错，关键时候还知道提醒我。那是当然，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我。随后，马天继续操纵热气球，失去了2个人的重量，热气球的速度明显提升了许多，追上第7名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这时，马天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对了，热气球怎么一直没说话？热气球，你会说话吗？面对马天的询问，热气球却没有丝毫回应。不甘心的马天掏出了一柄短刀，准备给木板来一刀。就在他准备挥刀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阵暴躁的吼声：“你想干什么？我装死都不行吗？好歹我也是你的交通工具，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突如其来的声音使马天愣了一下。你既然会说话，刚才怎么不吱声？随后，马天看了下地图，一边操纵热气球，一边问道：“你知不知道怎么才能再快一点？”你还嫌不够快啊！你现在已经是所有小队中最快的了。马天相当清楚，黄金岛恐怕资源有限，抵达的越早，收获的越多。你有办法就快说，没办法也要给我想办法。没办法，所有热气球的配置都是一样的，怎么可能更快？不好，有危险！紧接着，一块石头从前方的橙色气球上发射了过来。马天发现对方处在自己前方30-40米，合金鱼弩的射程不够。这时，热气球发出一声惊呼：“上浮，快上浮！”已经在上浮了，你快想办法！没有加速手段超过他们的话，丢石头的只会越来越多。马天放弃加速，让热气球尽量升高，可是对方居然不依不饶，也开始加速爬升。这时，热气球突然发出一声惊叫：“乌龟，你要干什么？”只见狗剩一口咬在吊篮的木板上，紧接着又是几口下去。快想办法，不然我在摔死之前也要把你咬成木屑。二蛋，过来帮忙！要干活，我来了。2只乌龟一起，没几下就啃出了一个洞。热气球见状，连忙阻止他们：“别再啃了！你快想办法啊！这俩龟发起疯来，我都拦不住。左边500米有顺风气流，快点！你早说不就完了？”让俩龟停下来后，马天立刻调整方向往左移动。与此同时，前方7个热气球越来越远。热气球，你不会是在坑我吧？等我过去，至少和倒数第2拉开600米了吧？这是隐藏通道，你就知足吧。到了地方，你肯定超过他们。这还差不多。这时，马天突然收到一条私信，他握紧操纵杆一看，居然是朱大彪。大佬，我在赌场呢，你说我该押几号第一个抵达黄金岛？此刻，朱大彪正在末日游轮2层的游轮赌场，工作人员对着一块电子屏幕正在进行讲解。我们根据这次黄金岛活动设立了赌盘，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压注谁第一个抵达黄金岛。想参加的赶快下注啊！拿不定主意的朱大彪想请教马天，谁能获胜？然而看到消息的马天也是一头雾水。随后马天发消息问道：“这个赌局的奖励是什么？”平分所有人的赌资。你买7号，输了我赔你10倍金币，赢了咱俩平分奖金。
赌场内的朱大彪看到马天的消息，被惊得愣在原地，因为此时的屏幕上显示7号倒数第一，遍历航道足足400米。大佬，你没开玩笑吧？信我。好，我买。回复消息后，朱大彪下定决心，立刻大声对着工作人员喊道：“我买7号。”对此，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朱大彪身上。穿越海岛求生世界，压住自己的马天能否第一个抵达黄金岛？接下来他又会有怎样的奇遇呢？厉害啊！7号你也敢买啊？兄弟，你是真勇啊，竟然敢买7号！就在众人嘲笑朱大彪的时候，工作人员突然惊呼一声：“我的天！7号突然开始加速了，他超过了倒数第2，连续超越，一路前进到了第3名。”看着屏幕上的排名，所有下注的人都坐不住了，纷纷嚷嚷着要退钱，场面一时间混乱不堪。见状，工作人员脸色一沉，游轮规则拒绝互殴，否则通通提前查出去。工作人员话音刚落，2个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走了过来。众人看着气势汹汹的2人，顿时偃旗息鼓，会场终于安静了下来。与此同时，在热气球上的马天正经历着人生中最惊悚的时刻。热气球，你不会是快要散架了吧？我就不该告诉你这条路。马天尽量压低身子，防止被强风吹下去。突然，又是一阵强风吹来，只听啪嚓一声，被狗剩咬坏的那一块木板瞬间破裂，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快把航线调整回去，要不然我真的要散架了。马天探头望了一眼，发现距离第1名还有一小段距离。突然，后方接连传来几声惨叫，后方的热气球速度提升了一大截。后面的人提速了，不能把航道变回去，你再忍忍。什么？马天没有理会热气球的唠叨，继续驾驶热气球冲锋。不一会，马天就超过了第1名，而且领先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这时，马天发现了后面的气球全部都跟在他后面，向着助推气流靠近。我们不能回去了，其他的热气球也即将驶入主推气流。什么？都来这边了！2人说话间，只听咔嚓一声，吊篮另一侧的木板顶不住风压，出现了裂痕。都别乱动，这吊篮承受不住。这时，地图上显示距离目的地还有一小段距离。马天凑近热气球吊篮边缘，往前瞅了眼，发现前方隐约有一座海岛。只见那海岛分为好多层，像个生日蛋糕。正当马天思考如何才能降落到海岛的时候，一阵诡异的大风吹了过来。热气球着陆后固定在冰面上，马天和2只龟在惯性的作用下直接摔了出去。哎呦，摔死我了！咱们去哪干活？突然，热气球发出一声惊呼，吊篮那有裂痕的木板再也承受不住，眨眼间碎裂了一地。遇到你，我可真是倒大霉了。这怪我吗？这时，马天看到热气球旁弹出了一个提示信息：7号热气球目前处于锁定状态，只有该气球的初始玩家可以解锁，请预留足够时间用于返航。什么？回去还要乘坐这个散架的热气球？虽然有点闹心，但是马天还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冰原上。只见前方平坦的冰面上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凸起的冰块，这些冰块差不多1人高。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冰块，难不成黄金都在这些冰块里？想到这里，马天快步走向距离最近的冰块。就在这时，朱大彪发来了私信：大佬，赢了，我们赢了足足300金币，我现在就分账。和消息同时到达的还有马天手中的1袋金币，已签收，获得150金币。马天没想到对方这么痛快，就把1半的金币转了过来。随后他快速将金币放进了背包。大佬，10小时后还有下半场，我要不要继续买7号？怪不得这么干脆，原来这胖子是想细水长流。稍作思考，马天给他回复了消息：你先休息，等到下半场开始再说吧。随后马天关闭了消息，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挖金矿。紧接着，马天飞快地凑到冰块旁边，拿出锤子向着冰块砸了下去。随后响起清脆的敲击声：“救命！救命啊！沙冰了！”凄惨的喊叫吓了马天一跳。平复了心情后，他凑近冰块问道：“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面对企鹅的攻击阻挠，马天能否登上2层？接下来他又会遇到哪些挑战？”你肚子里有黄金吗？没有，你找别的冰坨去。马天闻言狐疑地看了冰块一眼。那我自己刨。随后马天再次抡起锤子，狠狠地打着冰块。终于，在砸了几下过后，冰块撑不下去了。别砸了，你去2层啊，2层黄金多。马天根本不停手，边砸边说：“我要是能爬上2层，还会砸你。”哎呦，我知道怎么上去，有密道。听到这里，马天这才停下来动作。你说的密道在哪？他知道。马天立刻四处张望，很快他看到几十米处还有另一个冰块。那冰块发现马天注意到了自己，立即败坏。大家都是兵，你居然坑我！看到那冰块反应这么强烈，马天心中也有了想法。随后他指着几十米外的那坨冰块说道：“二蛋，啃它！”二蛋一听到有活干，立刻向那坨冰块爬了过去。那块冰瞬间惊了。不，你不要过来啊！二蛋二话不说，张嘴就开始。那冰块咬牙切齿，一点也不肯松。我是绝对不会说的，游戏道具也是有尊严的。没想到你还挺有骨气，不知道2只乌龟你能不能顶得住？说罢，马天就带着狗剩向他走了过去。冰块见状立刻招了。我说我什么都招。就在正西方向的冰墙5米高的地方，有一个冰洞，能直接爬到第2层。确认方向后，马天带着2只乌龟向着冰墙赶去。就在马天在前面跑的时候，2层的冰原上突然传来了一阵声响。马天抬头看去，一群企鹅探出头来，砸它，砸它！随后，这群企鹅用冰块向马天发起了攻击。冰块落在马天脚边，在这危急时刻，马天灵机一动，将旁边的狗剩举在了头顶。你要干啥？你缺不缺德啊？缺德！马天毫不迟疑地回答，噎得狗剩哑口无言。紧接着，几个冰块砸到了狗剩的龟壳上，发出一阵叮当乱响。
这样果然安全多了。冰墙上的企鹅见无法对马天造成伤害，愤怒地大叫起来：“砸他脚，砸他手，不要停！你快点想办法冲出去，我的龟壳撑不了多久。”随后，马天顶着狗剩横冲直撞，总算来到了冰墙10几米处。可是在这里，马天却没有找到冰块所说的洞口。这时，上面的企鹅给出了他：“不好，他要上来了，阻止他！”听到企鹅的喊叫声，马天断定自己的方向肯定没错。难道冰洞是隐形的？随后，马天立刻冲到冰墙下面，可是他发现冰墙过于光滑，冰洞在5米高的位置，他现在举着狗剩更不可能爬上去。马天，我的龟壳快要裂开了。放心，你的龟壳没那么容易裂开。就在这时，马天灵光一闪，他一手举着狗剩，一手拿出合金鱼弩，向着头顶5、6米的地方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弩箭消失在了冰洞内，光滑的冰面上露出一根连接着弩箭的钢缆。我的猜测没错，这洞口果然是隐形的。这时，企鹅们暂停了攻击，推出一个巨大的冰块，准备将马天砸扁。我的老天爷，这么大一块冰！马天闻言抬头望去，已是大吃一惊，急忙将狗剩扔到远处。接着，马天拿出登山号，扒着钢缆，飞快地向着冰洞攀爬。就在马天进入冰洞的时候，一块巨大的冰块砸了下去。企鹅怎么不扔冰块了？随后，马天就听到企鹅们乱哄哄的叫声：“快跑，躲进冰洞里去！”企鹅全都跑了，这下不用担心2只乌龟被砸伤了。这时，马天从冰洞中探出头，看着躲得远远的俩乌龟，正在思考用什么方法将它们拉上来。你俩能不能把自己拴在合金鱼弩上？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马天终于来到了2层，可这里的收获却不尽人意。接下来，马天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狗剩闻言瞪大了双眼，脸上写满了震惊。你开什么玩笑？我是一只龟呀！就在1人1龟谈话间，二蛋已经来到了合金鱼弩旁，一口咬在了握把上。紧接着，合金鱼弩发出一声惨叫：“我是弩，不是牵引绳。”可是谁都没搭理他，狗剩也上前咬了上去。合金鱼弩再次发出了抗议：“这2只龟太沉了，我可能会断的。”马天也担心这2只龟的重量会超出合金鱼弩的承受范围，于是向下喊道：“你们能不能一个一个来？”不能！趁着狗剩说话的功夫，马天立刻把二蛋拉上来一截，狗剩大吃一惊。马天，你竟然坑我！狗剩看着二蛋越升越高，他咬了咬牙，使劲一撅身子，咬在了二蛋的龟壳上。马天看到钢索还没断，只能将它们一起拉进了冰洞。等2龟进了冰洞，马天拿起合金鱼弩检查起来，好在还没坏。随后，马天又好奇地看向狗剩：“你咋没逃跑呢？”这时，狗剩一脸鄙夷地看向马天：“别以为我不知道，海龟汤贼鲜。原来你是怕被其他玩家抓住煲汤。”无论如何，狗剩愿意跟着自己，这让马天很是欣慰。经过一番休整，马天带着2龟顺着通道向前探索，足足走了10几分钟，马天总算来到了通道尽头的出口。通道外面是凹凸不平的冰面，上面林林总总的立着许多1人高的冰块。这时，离他最近的2个冰块开始叫了起来：“不好，他来了！企鹅们说的没错，我可没有黄金，黄金都在他身上。”你这个混蛋，明明你那里也有黄金！马天闻言欣慰的点点头。既然如此，我们一个一个来。随后，马天指挥2龟在下面砍，而他自己则是拿出锤子开始在上面刨。远处的冰块看到这一幕，被吓得瑟瑟发抖。太残暴了！企鹅去哪了？为什么不来阻止他？快看，企鹅来了！你快闭嘴，那家伙能听到我们说话。马天听到冰块的话，他猛地一回头，突然看见几10米外凑过来一群企鹅。不好，被发现了，快跑！一阵噼里啪啦的脚步声过后，那群企鹅晃晃悠悠的跑远了。马天见状摇摇头，这群家伙还真有自知之明。没有理会那些企鹅，马天转过身来，继续刨眼前的冰块。这时，冰块发出绝望的惨叫：“好疼啊！你们这帮混蛋企鹅，竟然见死不救！”马天闻言，立刻安慰对方道：“身为游戏道具，被刨就是你的使命，我会加快速度，减少你的痛苦。”随后，马天和2龟加快了速度。不一会，狗剩突然大叫起来：“我看见了，这里有黄金！”马天闻言，立刻停下了动作，向着狗剩啃出来的缺口看去。只见距离冰层几厘米深的地方，露出了一点黄金的色泽。你俩歇着吧，让我来。2龟退开后，马天朝着冰块使劲砸了几下，那块黄金终于掉了出来。可当马天看到眼前的黄金后，脸色突然变得难看起来。只见那黄金个头小得可怜，只跟葡萄粒差不多大。我费了这么多功夫，就只给这么点。说罢，马天将黄金拾起，与此同时，系统也弹出来提示：获得2级金块乘1。将黄金放入背包后，马天抬头观察了天色，随后一脸严肃地说道：“如果预留足够的时间返航，以我们的开采速度，最多只能刨16坨冰块。”正在马天犯愁时，后背突然被冰划了一下。他回头一看，那群企鹅去而复返，有的还拿着冰块。被马天发现后，一众企鹅掉头就跑。这时，一只企鹅突然摔了一跤，当他爬起来时，马天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只企鹅愣了一下，立刻开始向着马天哭惨：“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穿越海岛求生世界，原本敌对的企鹅竟然集体爆冰，马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马天一脸无语地盯着对方，接着他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这时，狗剩看穿了马天的心思，他凑到企鹅面前说道：“他相中你的嘴了，想活命就得给他干活。”那企鹅听后眼睛一转，随后指着远处说道：“大哥，我可以做监工。”就你一个，你要监督谁啊？我知道其他企鹅在哪里。好啊，你把其他企鹅全都叫过来帮忙刨冰，我不仅不杀你，还给你鱼吃。听到马天的话后，那企鹅2眼放光，使劲的点头表示他同意。可这时狗剩不乐意了：“马天，你胳膊肘往外拐，我也要吃鱼。”
马天看着狗剩受气的样子，最后还是不忍心，掏出3条鱼给了他们1人1条。那企鹅吃过后，又来到马天身前。大哥，还有吗？我还要。你去找企鹅过来帮忙刨冰，找来5只，我给你1条鱼。2条。见这企鹅还想讨价还价，马天脸色微沉，接着凑到企鹅身边，将锤子对准了企鹅。那企鹅被吓得一愣，立刻改口：1条，大哥，1条。狗剩、二蛋，你们跟着他一起去。狗剩点点头，随后俩龟跟着一只企鹅慢悠悠地走远了。接下来，马天走到一坨冰块前，拎着锤子砸了下去。啊，疼死我了！这么多冰，你干嘛拿我开刀？因为你离得最近。就在马天忙着在2层刨冰的时候，其他玩家也在1层做着相同的事。只见两人围着一坨冰块敲敲打打，忙碌了半天，才敲出了一个指甲盖那么大的小金块。什么？这点金子连一个金币都换不了吧？队长，我们应该想办法去2层。我刚刚听到有人在上面说话，那里的金子肯定比这多。这时，2层又传来了一阵刨冰的声音，两人互相对望了一眼，随后那队长扯着嗓子朝着2层大喊道：“喂，上面的兄弟，你怎么上去的？”听到这声大，正在刨冰的马天微微一愣，想要空手套白狼，不可能。马天没有搭理对方，继续一下一下的使劲刨冰，下面又传来了几声吼叫，马天也全当没听见。就在这时，狗剩俩龟监督的企鹅带着一大群企鹅来到了马天面前，七嘴八舌的向着马天要鱼吃。经过一阵思考，马天大声吼道：“所有企鹅听着，啄碎1块冰块，我给你们发2条鱼。”什么？还要干活的？不干！一时间，众企鹅吵吵嚷嚷，就是不干活，这让马天有些无语。突然，马天发现这些企鹅的个头不高，于是他从背包里掏出小鱼，将其固定在了冰块顶端。那群企鹅瞬间一拥而上，争抢着开始啄冰块。想吃鱼，不付出劳动怎么行？在这期间，马天故技重施，在其他2个冰块上固定了小鱼。一时间，企鹅分成3波忙碌了起来。让马天庆幸的是，先前的那只企鹅居然也加入了进去，忘记向他讨要那9条鱼。太好了，这下我又能省下许多鱼了。这时，狗剩慢悠悠地凑了过来，他扬起脑袋瞅着马天：“鱼，我的鱼呢？9条。”马天闻言，笑眯眯地向着狗剩解释道：“现在我要是拿出这么多鱼，那些企鹅不就没办法干活了？你再忍忍，等我们回去了，自助餐管饱。”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家伙想要赖账。马天无奈地看了狗剩一眼，不再管他。随后，马天走向附近的一坨冰。时间就这么过了半小时，马天终于刨开了这块冰。然而，这块冰里面啥也没有。看来不是每个冰块里都有黄金的。就在这时，马天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闷响，其中一个冰块被啄倒，企鹅们瞬间一拥而上，开始抢鱼。几分钟后，不知道哪只企鹅吃到了鱼，其他企鹅全部散开了，地面上留下一堆碎冰和1块黄金。全民穿越海岛求生世界，马天在企鹅的帮助下收获颇丰，在他返程的途中又会遇到怎样的危险呢？马天赶忙跑过去捡起金块，只见那金块的个头比之前的那些都要大。获得3级金块乘1，在2层居然能开出3级金块，赚了。随后，马天把金块放入背包。这时，又一个冰块被企鹅啄开了。马天赶过去后，发现那里也是空空如也。看来第2层获得3级金块的概率极低，想要在这里搞到4级金块，简直是难如登天。这时，马天发现手里已经没有小鱼了。随后，他迅速地在交易频道上用物资换了几条。接下来，马天故技重施，没一会就获得了不少金块。系统突然弹出了一条提示：距离中午12点还有最后90分钟。请参与黄金岛活动的玩家合理规划返航时间。差不多该回去了。随后，马天望了望忙碌的企鹅们，决定悄悄地走。他拉上俩龟，照着原路返回通往1层的冰洞。正当1人2龟沿着通道台阶快步往下走时，狗剩突然脚下一滑，直接沿着台阶就溜了下去。马天来不及反应，狗剩就已经划出了他的视野，通道内只留下狗剩哭爹喊娘的叫喊。这个有意思，我也来。2蛋点点头，后腿一蹬，也跟着溜了下去。这可把马天急坏了。出口可是离地面4、5米高呢。这俩龟不会被摔死吧？随后，马天急忙向着出口赶去。来到洞口处，马天再次拿出了合金鱼弩，向着上方扣动扳机。眨眼间，箭矢便牢牢固定在了墙壁上。接着，马天顺着钢索下滑，安全抵达了1层。我是鱼弩，你看看我都残了。马天收回弩箭，仔细端详了一下，发现只有些小问题。大惊小怪，你至少是完整的。我得找找我那俩龟，别把壳摔裂了。随后，马天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就是自己那2只乌龟。狗剩、2蛋，你俩没事吧？我没事，狗剩说他死了。好吧，那就是没事。看到2龟都还活着，马天松了口气。他抬头望了望，发现已经有一个热气球升空了，而自己的7号热气球还在几百米外。正当马天准备赶过去，头顶突然传来一阵怪叫声。回头一看，只见冰墙上挤过来一群阿德利企鹅，纷纷嚷嚷着要吃鱼。我要回去了，下回见，拜拜。看到马天离开，冰墙上的企鹅都急了。混乱中，一只企鹅被挤得掉了下来，其他企鹅见状快速向后退去，眨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天看了眼地上的企鹅，叹了口气，想要继续赶路。谁知那企鹅居然没死，他一晃一晃地追了上来。你跟着我干嘛？我已经没鱼了。你还欠我9条鱼，9条鱼。原来你是被我逮到的那只啊，这是过来要账了。正当马天想要赖账时，企鹅张开了嘴，露出了里面含着的3个小金块。我要鱼，给我鱼。这下马天服气了。你跟我走吧，我带你吃大餐，管饱。
我要鱼，现在就要。马天也不打算要那金子了，转身向着热气球赶去。可那企鹅一直跟在马天后面，嚷嚷着要鱼。马天无奈将企鹅放在了龟背上。想要鱼就乖乖的跟我走。随后，他们向着热气球跑去。等他们登上热气球的时候，又有3个热气球升空了。马天见状，立刻操纵热气球起飞。此刻他已经是第7名。升空后，马天又和热气球沟通了起来。热气球附近有没有助推气流？我怎么知道？眼看热气球不配合，马天再次掏出短刀，威胁要把它拆掉。大哥，以我现在这个情况，找到助推气流又怎么样？慢慢飞，咱们说不定还能赶上。贸然进入助推气流，我肯定会散架的。你看着办吧，我要是回不去，你肯定没好果子吃。你这家伙，飞高点我感受一下，看运气吧。全民穿越海岛求生世界乘坐的热气球岌岌可危，又遇到了其他玩家的抢劫，马天该如何度过这次危机？就在这时，马天收到了朱大彪的私信，下注截止时间是11点，大佬还压7号吗？不着急，你等我消息吧。与此同时，在游轮上的玩家们都紧张地盯着大屏幕，快看，7号又加速了。闻言，朱大彪也看向屏幕，只见7号的速度加快后，其他热气球也驶入了7号的航道。可是其他热气球却并没有因此加速。就在众人纷纷疑惑时，那名工作人员突然喊道：“我明白了，是高度。7号所在的助推气流和其他热气球不在同一个高度。”正如工作人员所说，马天的热气球正在比其他热气球更高的云层中。但马天现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此刻他正握紧操纵杆，那不太结实的吊篮已经开始抖动起来。热气球，你到底能不能撑住啊？不知道，你闭嘴，我害怕。这时，5号热气球吊篮内，2名玩家四处寻找，终于在后方上空的云层里发现了7号的身影，于是立刻提升高度，想要打劫马天的黄金。直到5号热气球逼近，马天才注意到他们。只见2人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冲着马天恶狠狠地说道：“小子，识相点，乖乖把黄金交出来，否则我把你气球戳破。”看到那2人的气球，马天心中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们的热气球真不错啊，规定只说离开时不能上别人的热气球，也没说返航途中不能上啊。想到这里，他直接向着2人喊道：“想要金子，你倒是过来啊！”这一声直接惹怒了2人。大哥，他嘲讽咱俩。别废话了，减速，撞过去，戳他。随后，对方的热气球开始减速，随着距离越来越近，2人也越来越嚣张。马天看到射程够了，于是他飞快地掏出合金鱼弩。对方看到马天手中的弩箭后，被吓得魂不附体。加速，快加速！可是此时双方热气球的距离仅仅只剩下几米，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逃跑。见状，那2人立刻向着马天求饶起来：“兄弟，放过我，我把黄金都给你。现在把你们手里的武器丢掉。”2人听到马天的要求，还以为有了商量，立刻丢掉了手中的长矛。大哥，不关我的事啊，是他逼我这么做的。你说什么？敢背叛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没等马天说话，愤怒的2人就在吊篮内打了起来。就在这时，一阵强风吹过，争斗中的2人忽然脚下一滑，齐齐翻出了吊篮，伴随着一声惨叫，再也不见2人的身影。太好了，没了那2人，我可以安全登上这个热气球了。马天准备转移到对面的热气球上去，随后他举起合金鱼弩，对面的热气球吓懵了。你瞄准我干嘛？我只是个热气球啊！马天没有理会对方，确定好方向后，马天直接扣动了扳机，箭矢划着弧线，击碎了5号热气球吊篮的木板，固定在了吊篮上。在确认没问题后，马天开始缓缓收线。这下他的热气球慌了。你要干嘛？你不要我了？你不是盼着我走吗？我马上就走。与此同时，末日游轮的赌场内，众玩家的目光全都盯着7号和5号。为什么这2个热气球会挤在一起？这时，工作人员脸色凝重地说道：“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进入助推气流的5号和7号发生了火并，恐怕最后只有一方能够存活。7号绝对不简单，2次都找到了助推气流，我猜最后肯定是7号胜出。其他热气球高度不对，找到助推气流的只剩下7号的话，他肯定又是第一。